小萌娃才3岁，就独自一个人在家生活了100天。爸爸好久没回来，饿了他就吃一片发霉的小面包，累了他就抱着妈妈的遗照睡去，直到发霉小面包吃完了，他才小心翼翼地拨打一个未知的号码。喂，哪位？说话有事吗？此时我拿着手机有些无语，这个号码从上课的时候就一个劲地打来，可接通后却没有人说话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怯懦的声音：舅舅。你喊我什么？你妈妈是谁？舅舅，我妈妈叫李芷。闻言，我眼眶顿时泛红，呼吸声都变得急促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姐，你妈妈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一口气问了好多问题，我也没办法淡定，因为已经有将近5年没见过姐姐李芷了，心中的思念让我恨不得飞过去。然而电话那头的萌娃声音带着哭腔：妈妈去世了。这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呆愣在原地，脑海中闪过了无数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画面。可一切定格在5年前的一个早上，姐姐为了嫁给那个家伙，宁可与家人断绝联系。我就是为了寻找姐姐的下落才来到魔都上大学，为了不至于让姐姐联系不到自己，我从来未曾更换过手机号码。可不曾想得到的消息是一则噩耗。舅舅，我叫糖糖。声音将我从悲伤中拽了出来。糖糖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得到一个地址，我立马赶过去，不到2分半就赶到姐姐家门口。小家伙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，光着脚丫站在门口，仰着头，满脸好奇地盯着我，似乎是看到我身上有妈妈的影。糖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然后扑进我的怀里。我顿时有些手足无措，可听着怀里小小人伤心的痛哭声，我内心也很不是滋味。过了好一会，糖糖才停止哭泣，拉着我走进屋里。房间乱糟糟的，到处都是啤酒瓶子，屋里很冷清，没有一丁点的烟火气。看着外甥女可怜兮兮的模样，我心里又是一阵抽痛。糖糖，你爸呢？提起他，我就忍不住攥紧拳头。爸爸好几天没有回来了。我怒了。也就是说，齐乐之那货就这样把女儿一个人丢在了家里，还好几天了。那你吃什么喝什么？糖糖没有回答，而是向一个房间小跑了过去，然后拿着一个塑料袋跑回来。舅舅，我吃这个面包好好吃的，可是吃光光了，没有吃的了，人家才给舅舅打电话的。我心顿时跟针扎了似的疼痛起来。舅舅带你出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听到去吃好吃的，糖糖的眼睛顿时亮，用力的点着头，稚嫩的脸蛋上有着开心的笑容浮现而出。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我带着糖糖离开这里，来到一家餐馆，点了饭和菜。糖糖大口大口的扒拉着米饭，显然已经饿了好几顿了，我却是没有一丁点胃口。姐姐的事该怎么和家里爸妈讲？很快糖糖吃饱了，拍着鼓鼓囊囊的肚皮，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。如今绝对不能把糖糖送回到齐乐之那里去，姐姐的事暂时也不能和爸妈说。糖糖以后跟着舅舅好不好？糖糖用力的点了点头。妈妈说等他走了就让我找你去，妈妈还说舅舅是妈妈在世界上最亲的人。我听后有点绷不住，也是在翻看了姐姐的日记后才知道，为什么直到离世都没来见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带着几名警察走进餐馆，我看到男人直接皱起眉头，因为这男人便是糖糖的父亲，自己那个便宜姐夫齐乐之。对，就是我女儿糖糖，你怎么不在家等爸爸？齐乐之闻言连忙点头。闻言我心中一阵恶心，这嘴脸真让人忍不住想摁地上踹几脚，把女儿放家里，自己出去浪，死活不顾，这什么人渣啊！如果不是糖糖给自己打电话，那后果不敢想象。小伙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糖糖的舅舅。我郑重的开口。亲舅舅。警察听后看向齐乐之，是没错，我小舅子。之后警察就离开，毕竟孩子找到了也没其他事情发生。待警察离开后，齐乐之拉开椅子坐了下来，不过却没有看糖糖一眼，而是直接望向了我。你姐的事想必你也知道了，我还有生意要忙，照顾不了念儿。不等齐乐之说完，我打断道：念儿就是糖糖。闻言我脸色顿时难看下来，齐乐之这家伙居然还重男轻女，难怪会把糖糖一个人丢在家里。糖糖我会带走，你爱干啥干啥去。对于齐乐之，我是一点好感都没有。齐乐之脸上居然浮起笑意，搓了搓拇指和食指。姐夫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要是想带糖糖走，多多少少给我拿点钱，应急应急吧。没有。我皱眉一脸不悦。齐乐之看向糖糖，威胁道：那我可就要把念儿带走了。闻言糖糖忽然紧张起来，一想到要和爸爸回家的话，又免不了挨打，他就忍不住的颤抖。我赶忙安慰糖糖：你好好吃饭，一会儿舅舅带你走。钱没有，糖糖我也要带走。我态度非常强硬，因为齐乐之根本不想把糖糖要回去。果不其然，齐乐之撇撇嘴，想着我一个穷逼大学生也没有钱，只好悻悻然离开，一眼都没再看糖糖。我叹了口气，愈发的心疼。糖糖摊上这么一个老，真是一言难尽。不过以后有自己在，就绝对不会让糖糖再被冷落。就在这时，忽然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：奶舅系统绑定成功，本系统将助力宿主呵护糖糖健康成长，并且帮助宿主成为超级奶舅。奶舅，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这称呼咋这么二呢？不过有系统在，自己抚养糖糖倒也会轻松许。系统新手礼包已下发，恭喜宿主获得公寓一套，触发主线任务，请宿主拿到糖糖的抚养权，奖励100万。我一愣，这任务必须完成，不是为了奖励，而是单纯的想要把糖糖的抚养权拿过来。如今姐姐不在了，糖糖的爸爸又指望不上，只有把抚养权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。只不过舅舅似乎没有获得抚养权资格呀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等会回学校就去法学院找老师问一问。来到办公室，我向陈玉琪教授详细说明了事情的起因经过。所以，教授，我想问问，我身为舅舅，有没有什么办法把糖糖的抚养权拿过来？既然如此，舅舅和外甥女属于旁系血缘，并不承担直接的抚养义务，除非在特定情况下，比如父母无抚养能力或者去世，并且舅舅愿意承担抚养责任。教授，我愿意啊！我急忙道。陈玉琪教授提醒道：你需要拥有抚养外甥女的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。我有，毕竟我是有系统的，经济方面不是问题，而时间精力大不了自己退学。我把内心所想告出。陈教授闻言一怔，没想到我居然有如此大的决心。如果你真的希望确立抚养关系的话，就去走法律程序吧。
收养、监护权变更这些。随后，他又将需要的材料详细的告诉我，这可以省很大劲。唯一麻烦点的就是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的证据。从陈玉琪教授办公室出来，我先回一趟宿舍拿点东西。堂堂怯懦的躲到我身后，小手拉着我的衣服，诺诺道：“舅舅。”那模样简直是要把几人的心都融化。萧宗九蹲在堂堂面前，喜爱的不得了，只不过他的脸色忽然变了。李玉，你掐糖糖了？我大惊，连忙拉起堂堂的袖子查看，果然看到了胳膊上的淤青。仔细检查，不仅是胳膊，就连腿上后背都有淤青，有些淤青是新的，有些淤青颜色已经变淡，显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。我心疼不已。糖糖，是不是你爸打的？堂堂小心翼翼的点了点头。爸爸喝醉了就会打我，打妈妈。闻言，我心头的火气顿时被引燃。萧宗九三人当即骂骂咧咧起来，牲口，畜生！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发给了陈玉琪教授，询问能否作为证据。很快教授就发来消息，表示可以，并且催促我让我尽快落实监护权变更。就在萧宗九三人骂骂咧咧的时候，我冷着脸掏出了手机，然后拨打了110。三人顿时愣住，我居然来真的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就应该如此，毕竟堂堂那么可爱，那么小，却被他爸爸家暴，换作是谁也不忍心吧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拉起堂堂的小手，我先去趟派出所，走了。我则是带着堂堂来到了派出所，当着民警的面，我将堂堂身上的淤青亮了出来。那大大小小的淤青遍布全身，看得所有人心情沉重。很快便有几名民警带着我和堂堂出警了，要对施暴者，也就是堂堂的父亲进行调查处理。不多时，一行人来到了目的地。听到门铃声的齐乐志打开门，下一秒就有多位执法人员一拥而入。你们干啥？他支支吾吾地质问着，为首的一名执法人员则是怒视着他，冷言道：“有人报案说你虐待孩子，请配合调查。”说完一挥手，准备将齐乐志带走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其他房间里忽然传出了狂笑声。待执法人员过去后，才发现屋里多人正在进行违法活动。这下好了，全部带走。我和堂堂待在楼下不远处，目送着齐乐志一行人被送上车辆，只等齐乐志伤害孩子的证据拿到手，就可以走法律流程，然后将堂堂的抚养权变更到我自己这里。糖糖，咱们回家吧。听到这话，堂堂收回目光，点了点头。我打了一辆出租车，两人很快就回到了系统奖励的公寓。公寓内日常用品一应俱全，说是拎包入住也一点都不为过。我喊堂堂去挑选一间卧室，可小家伙却愣在我身边一动不动。怎么了，糖糖？舅舅，人家可不可以和你一个房间呀？人家怕。堂堂稚嫩的脸蛋上浮现出一抹胆怯之色。我见状顿时于心不忍。行，跟舅舅一个屋，那咱们俩一起去挑一间屋子。说着，我便带堂堂去挑选心仪的房间了。这套公寓分为上下两层，卧室也有5间，一大一小，两人转悠了一遍，最后选择了一间最宽敞的床，最大的卧室。躺到床上，堂堂伸了个懒腰，带我坐到床边时，小家伙又粘了过来，搂着我的胳膊蹭啊蹭的。很快堂堂就困了，在和我说了一声后就扭头睡着了。看着熟睡中的外甥女，我思绪翻滚，关于大姐的事儿，还有堂堂的事儿，该怎么和老家的爸妈说啊？头疼发愁，思来想去，我决定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吧。毕竟这个噩耗告诉爸妈的话，我怕老两口扛不住，万一再病倒。决定不和爸妈说之后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要赚钱，还要有能力保护堂堂，如此才能避免日后堂堂被齐乐之骚扰。不多时，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，对方告诉我，经过调查发现，齐乐之的确时常虐待孩子，他们那边要予以立案，齐乐之将要面临处罚。不仅如此，在取证时，执法人员还在齐乐之家中发现了违禁物品，在将齐乐之一行人送去检查后，发现涉嫌违法行为，伤害孩子的事不小，但违禁物品之事显然更大。齐乐之一行人摊上大事了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又气又无奈，在心疼堂堂的同时，又懊恼姐姐当初的眼光。同志，我们和他没什么关系，该怎么严肃处理就怎么严肃处理。另外，我想问问，如果我近期把我外甥女的抚养权变更到我这里的话，齐乐之犯的这些事不会对我外甥女有什么影响吧？面对我的疑惑，警察给出了准确答案。得知没有影响后，我心中要把外甥女的抚养权变更过来的情绪更强烈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忍无可忍地谩骂着齐乐志。在我看来，就是齐乐志毁了自己的姐姐，如今又差点毁了堂堂，这怎么可能不让我生气？或许是动静太大了，堂堂被吵醒了。小家伙睡眼惺忪地抬起头，在看到自己身边的是我时，似乎是松了口气。然后堂堂又抱紧了我的胳膊。舅舅，你怎么了呀？谁惹舅舅生气了呀？小家伙糯糯地关心着我。闻言，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柔情，心中暗下决心，齐乐志的事儿就不和堂堂说了。舅舅没事儿，你再睡会儿吧，还没睡多久呢。舅舅，人家再眯一会儿啊。说着，堂堂翻了个身，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我轻轻抚摸着堂堂的小脑袋，心中有着无数柔情涌动。堂堂这一睡就是几个小时，等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了，天气不再那么炎热。我便带着堂堂出了门，去到了法院，准备走。监护权变更流程在提交了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的证据，以及齐乐之家暴孩子和针头事件之后，工作人员予以了处理。要是搁平时完成监护权变更，或许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，但堂堂的情况特殊，不仅失去了母亲，父亲还未曾履行监护职责，所以这次流程走得很快。等从法院出来之后，我就成了外甥女堂堂的监护人。看着手里的文件，我不禁松了一口气。姐姐不在了，那姐姐的女儿我一定要好好抚养。从今往后，就算齐乐之再找来，我也不用再担心什么了。忙完这些，时间已经到了傍晚，我带着堂堂回到家附近，准备去菜市场买点食材。菜市场中，我问堂堂晚上想吃点什么，堂堂却是扭捏起来，然后背起了小手。舅舅吃肉肉可以咩？糖糖喜欢吃肉肉。我笑着询问，堂堂随即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堂堂喜欢吃肉肉。那咱们晚上吃红烧肉。好呀。于是我割了一条五花肉回家。
家之后，我给外甥女把电视打开，然后去做饭，可小家伙却从沙发上滑下来，跟进了厨房。我见状笑着驱赶糖糖，先去看电视，舅舅该做饭了。然而糖糖却摇了摇头，小脸上满是认真。舅舅，人家可以帮忙的。眼瞅着糖糖就要上手帮忙了，我赶忙把小家伙抱起来送去了客厅。好了，有舅舅在，就不用你动手帮忙。你要做的就是等舅舅做好饭了，你多吃2大碗，知道了。说着，我在糖糖的小鼻子上刮了刮，很是宠溺。后来我总会发现，糖糖虽然没有来厨房帮忙，但小脑袋却是偶尔会探出来往厨房里看。我即便发现了也没有戳破，反而觉得很有趣。在我做饭的时候，系统响起了提示音，说是检测到了糖糖抚养权变更完成，所以下发了奖励，足足100万发放到了我的银行卡中，余额增加了一长串。我有心给家里的爸妈转点，但又怕爸妈会追问钱是从哪里来的，从而发现了糖糖的存在，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说。毕竟我还没打算和爸妈讲大姐与糖糖的事。红烧肉炖好了，我还炒了一个青菜，荤素搭配倒也不腻。凑巧我又看到了糖糖的小脑袋探了出来，于是这次没有撵人，而是冲门口招了招手。糖糖，过来。怎么了呀，舅舅？咱们该吃饭了，过来端碗筷。呐。糖糖点头应着，小跑了过来，拿起碗筷后就向外面走去。后面糖糖还想帮忙来，但无论是装有红烧肉的砂锅，还是电饭煲内的，都不是糖糖能够拿得了。好了，剩下的舅舅拿。洗手了没？该吃饭了。洗了呢。糖糖小手高高举起，让我看，果然很干净了。一大一小2个人坐到餐桌旁，本来是面对面而坐的，但糖糖却想要坐在舅舅身边，硬是端着碗筷凑了过来。我则是会心一笑，被外甥女粘住了。这感觉不仅如此，糖糖还特别懂事。吃饭时，小家伙还拿着筷子夹起一块肉送到了我碗里。舅舅，你吃。好。糖糖也吃。说着，我给糖糖碗里加了几块肉进去，2人相视一笑，然后开始干饭。只不过越吃，糖糖脸上的小表情就越是失落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小家伙的眼睛里已经噙有泪水。糖糖，怎么了？我有些慌，赶忙拿来纸巾帮忙擦拭。糖糖撂下碗筷，用胳膊抹了一把眼睛，然后挤出了一个笑脸。只不过那张笑脸却显得有些难看。舅舅，我没事，我哭过就好了。呜呜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糖糖之所以哭，是因为我做的红烧肉味道和他妈妈做的一模一样。糖糖想妈妈，所以才会在吃过红烧肉之后越来越想哭。我听到外甥女的解释，心也是一个劲的抽痛的，自己又何尝不想念姐姐呢？而且味道能不一样吗？我会做红烧肉，可是大姐教的。收起悲伤的情绪，我拍了拍糖糖的小脑袋。糖糖吃饭，以后有舅舅在，想吃什么，舅舅都做给你。舅舅，人家不哭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哭过之后，糖糖就没再哭了，但也没有说话，只是静悄悄地吃着饭，一直到撂下碗筷。饭后，糖糖想要帮忙收拾碗筷，我说什么也不可，因为这事儿一大一小2人还吹鼻子瞪眼对峙了好一会儿。最后我也没让糖糖掺和，人还没桌子高，咋可能让他洗刷碗筷的呢？饭后2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哪怕是动画片，我也跟着看，只要糖糖喜欢就好。而就在睡前糖糖去洗澡时，我又收到了系统下发的任务，叮。主线任务，请宿主为糖糖办理幼儿园入学。系统的任务倒是提醒了我，糖糖的确是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。据说现在的幼儿园也很内卷，不只是带孩子们玩耍，还教有用的东西。到时候上1年级，没准真的会因为上没上幼儿园而拉开差距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系统不仅仅下发了任务，还给了指定幼儿园，也就是说，我要送糖糖去指定幼儿园上学才行。好在查看后发现，这所幼儿园距离我们家不远，到时候蛮方便接送的。不多时，糖糖洗澡出来，头发湿漉漉的，然后小家伙趁着舅舅没注意，直接甩了水珠过来。糖糖，调皮，嘿嘿，过来。舅舅给你吹头发。好。糖糖坐在板凳上，悠闲自在地晃着小脚丫，我则是拿着吹风机帮忙吹干头发。期间，我询问道：“糖糖，舅舅送你去幼儿园上学，好不好？早上舅舅送你，下午舅舅再去接你回家。”我说得清楚，生怕小家伙误以为自己不想要他。好在糖糖没有多想，反而还很听话地点了点头。好的呀，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耽搁舅舅时间了。舅舅也是要上学的呀。糖糖这孩子是真的懂事儿。我心中暗想到，别的不说，糖糖说的话总是让我忍不住鼻子发酸。这个时候我就会又忍不住骂齐乐这一番，这货咋就看不见糖糖的好呢？对了，要不要给糖糖改个名呢？齐聂尔，这名字太歹毒了，而且我日后也不想让姓齐的和糖糖有什么瓜葛，最好是把姓氏一块改，姓李，李指的李。这样想着，我琢磨起明天要办的事儿，不光是要送糖糖去幼儿园办理入学，还要给糖糖改个名。可是叫什么好呢？取名这件事，对于取名费来说，真的蛮费脑细胞的。糖糖，我要给你改个名字，你愿意吗？我这个取名费直接问向小家伙。糖糖闻言眨巴眨巴眼睛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听我的。那好，以后糖糖就和妈妈和我姓李，但名字嘛，我还要再好好想一想，想个好听的。然而不等我说完，糖糖就说话。糖糖，怎么了，糖糖？舅舅，人家就叫糖糖吧，这个名字是妈妈给人家取的呢。哪有孩子不想妈？对于妈妈给自己取的名字，糖糖不想放弃，于是我也不再头疼，当即点头答应道：好，我明天给你改名字去，就叫李糖糖。呢。该睡觉了。糖糖甩掉小拖鞋，然后爬上床，钻进了被窝，然后还朝着我招了招小手。舅舅，可以给人家讲故事吗？睡前故事。呢，妈妈会给糖糖讲睡前故事的。闻言，我走了过去。既然妈妈会给糖糖讲故事，那我当然也会了。来，咱们讲故事，讲个什么故事呢？卖火柴的小女孩吧。我柔声细语的给糖糖讲起童话故事来，一则故事而已，短短几百字，即便语速再慢，几分钟也就讲完了。听完故事的糖糖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小表情，只不过小家伙却歪着脑袋，像是在思考什么。怎么了，糖糖？想什么呢？舅舅，没什么，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，妈妈好像也讲过哦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我笑了，知名度高的童话故事就那么多，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姐肯定也讲过。之所以糖糖会说不太一样，
可能是细节处不一样吧，我是这样想，可事实却是……哦，对了，糖糖忽然想起来了，妈妈给人家讲的故事叫《买核弹的小女孩》，我讲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名字很像，但是内容不太一样。糖糖欣喜地说着，反观我则是额头一黑，卖核弹的小女孩啊，什么黑暗童话？我姐她居然给糖糖讲安屠杀童话，真有你的，不愧是我姐。好了，糖糖，咱们该睡觉了。童话故事有很多，免不了有相似的。我这样辩解着，好在糖糖也没有纠结，吃饱喝足也喜香香了。又听了睡前故事，当然要睡觉了。舅舅晚安，人家是乖孩子，会好好睡觉的。说着，糖糖钻进了被窝，并且乖巧地闭上眼睛。安顿好糖糖后，我也躺下了，关掉灯，睡觉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。我先是思考了一下，这是哪儿？反应过来后，低头看，在我身边躺着一个小家伙，糖糖还在睡着，只不过却紧紧搂着我的胳膊，让得我的胳膊一阵发麻。天晓得小家伙已经搂了多久我胳膊发麻，我龇牙咧嘴，但又怕吵着糖糖，只得咬牙坚持。好在麻木了就没知觉了，幸好糖糖片刻后也就睡醒。小家伙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盯着我瞅啊瞅，然后钻进了我怀里。舅舅早。看着一大早就撒娇卖萌的可爱外甥女，我的心也是一阵柔软。糖糖，咱们该起床了，我去给你做早饭，你去洗漱，能不能做到？能的。好，起床。起床喽！一大一小两人分工明确，虽然说是带孩子，但我可没感觉到丝毫麻烦。想来是因为糖糖懂事的缘故吧。早餐吃的是蛋炒饭，解决就饭的不二选择。糖糖端着碗筷大口扒饭，小脸蛋都塞得鼓鼓囊囊的。我则是一边吃饭一边上网查询着改名的流程和需要的材料。好在很简单，而且我现在还是糖糖的监护人，只要准备好书面材料到户籍地派出所提交申请就好。收拾好后，两人出了门，直接前往了派出所。工作人员在得知糖糖的遭遇后也是心生怜惜，手续办理的很迅速，前后不过半个多小时，糖糖的名字就更改完成了。小家伙懂事的向派出所的叔叔阿姨鞠躬致谢，那可爱的模样简直是太惹人喜爱。接下来咱们去幼儿园。好的呢，舅舅。糖糖点头答应着，顺便拉住了我的手。我才发现小家伙的手有点凉，于是关怀问道：糖糖是不是不想去幼儿园？本来我想说不想去就不去，管他是不是系统任务嘛，反正糖糖还小。然而糖糖不等我说完，就摇了摇头。不是的呀，舅舅，我想去幼儿园的，就是一想到一天看不到舅舅，有点害怕。但是只要舅舅来接我放学回家就可以了呀。糖糖忽然改口，眼睛里还闪过了一抹神采。我闻言轻轻抚了抚小家伙的脑袋。糖糖放心，就算是天上下雨，哦不对，下刀子，我都会去接你放学回家的。那舅舅，咱们出发吧，去幼儿园。好。很快我带着糖糖来到了系统指定的启智幼儿园。幼儿园规模一般大，但透过电子伸缩门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玩耍的孩子。见此情形，我都不禁心生疑惑，不是说现在出生率大大降低吗？怎么一所普通的幼儿园都有这么多小孩？门口保安大叔看到了我和糖糖，于是走上前来问道：小伙子，有事儿？大叔，我家孩子该上幼儿园了，怎么报名啊？我开口问道。保安大叔闻言直接打开了一道门缝，让两人进来。去找园长谈吧，咱们这幼儿园还是很容易入学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过大叔，我带着糖糖向幼儿园里面走去。可是走到半截，糖糖忽然走不动了，愣在了原地。糖糖，怎么了？我不解，而糖糖则是盯着不远处的一位年轻老师看得出神。舅舅，那个姐姐的眼睛和麻麻的眼睛好像啊。我顺着糖糖所指望了过去，然后我也愣住了，因为糖糖说的对，那个正在带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游戏的年轻老师，他的眼睛真的和姐姐李芷的眼睛很像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像到一眼就能认得出来。而后我从系统那里得到了回答，原来姐姐李芷的眼角膜就在那位老师的眼睛里。原来是这样，我陷入沉思，糖糖则是忍不住的想要亲近那位老师。糖糖，咱们先去办理入学，然后把你放到那位老师的班级里，好不好？糖糖用力的点点头，眼睛却是怎么也挪不开。办公室里，园长欣欣然的同意了我的申请，缴纳费用，领取被褥，家长就可以离开了。我带着糖糖去到外面，那位老师还在带着孩子们玩耍，身边的园长当即冲他招了招手。苏子老师，你过来一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咯噔了一下。李芷，苏子，好巧。园长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苏子老师，这个小女孩就安排到你们班里，辛苦了。当然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苏子蹲到糖糖面前，柔声问道：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老师，我叫李糖糖，小名糖糖，老师喊我糖糖就好啦。糖糖眼巴巴地盯着苏，小声说道：糖糖啊，老师带你去和小朋友们玩，好不好？好。苏子拉起糖糖的小手，然后看向了我。家长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糖糖的。辛苦你了，苏老师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说罢，苏子拉着糖糖小跑着离开了。我也走出了幼儿园，不过我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站在伸缩门后，踮着脚尖向里面张望。又看了一会儿和小朋友们玩耍的糖糖后，我才放心离开。5点钟放学，我谨记在心，因为糖糖说了的，希望我来接她放学回家。安顿好了糖糖，我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了。回去上课，不巧的是今天都没课。人到大3，轻松了很多，课程少就算了，不想上的课也赶不去上了。就在我琢磨着回家还是回宿舍的时候，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叮，糖糖成功入学，启智幼儿园，奖励小吃铺1间，请宿主前往领取。注：手续合法，请宿主放心。给了1间小吃铺。对于这个奖励，我多少还是有些惊讶，但毕竟是系统奖励的，就和白条的一样，先领取了再说。系统奖励的这间小吃铺位置很恰到好处，隔壁就是我的学校，往西走1节就到了糖糖的幼儿园，南边不远处就是我家。推开门走进其中，我看到了一间设施齐全的小吃铺，桌椅板凳、烟酒饮料应有尽有，就连卫生环境也很不错。放眼望去，很新，毫不夸张地说，
作，就算是想要立马营业都是完全可以的。后厨、米面、粮油、食材等一应俱全。我悟了，系统这是要让我开小吃铺，靠双手养家糊口养堂堂啊！正这样想着，脑海中系统冒泡，叮。叮，你有新任务了，请注意查收。任务1，请宿主跟随操作。提示烹制无法茶叶蛋。任务2，请宿主销售1000000枚无法茶叶蛋。看到任务详情，我脸都黑了。销售1000000枚茶叶蛋，这任务一件也太离谱了啊！那可是10万枚鸡蛋啊！就按照一筐400，也得装满250箱，摆满整个仓库。卖出10万个茶叶蛋，这得卖到什么时候去？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嘴，但是吐槽归吐槽，我还是跟着系统提示走进了后厨，准备把无法茶叶蛋做出来。忙活了2个多小时的我，终于吃上无法茶叶蛋，一口下去，顿感没白忙活，甚至感觉卖出去10万枚茶叶蛋似乎也不是太难的事儿。一念至此，我抽了自己一巴掌。飘了，我绝对是飘了。无法茶叶蛋的精髓在于卤制，在卤制中待的时间越久，茶叶蛋越是香醇。于是我调大火变小火慢炖起来，不曾想香味儿居然顺着排气扇飘到了外面。就在我品尝茶叶蛋的时候，店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了一个女孩。好香啊，老板。哎，李玉，我闻声看去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方清宁，大学同学。方清宁啊，你咋来了？我好奇问道。路过啊，然后就闻到香味了，然后我就进来了。方清宁如实说道，然后便眼巴巴地盯住了我手里的茶叶蛋。李玉，这是你开的店吗？对。那茶叶蛋还有吗？有啊，你想吃？想。好，等一下。我从后厨端了一盆茶叶蛋出来，邀请方清宁品尝。虽然自己吃着感觉不错，但既然要卖，肯定是要看看他人的看法与意见的。方清宁道了声谢谢后，赶忙拿起茶叶蛋，一不小心还被烫了一下。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揪了一下耳朵后，又继续剥鸡蛋。剥开鸡蛋皮，露出了里面色泽褐黄的蛋白。方清宁闻了闻，倍感意外，吃进嘴里之后更惊喜了。好吃哎，好吃。方清宁一边称赞一边吃，不一会儿就吃了6。眼瞅着他还要伸手去拿，我急忙把盆端走。不是我小气，而是一口气吃太多鸡蛋对身体不好。望着我端盆而走，方清宁急了。李玉，我再吃一个好不？无奈我只能再捞一个出来递过去，顺便还拿了瓶矿泉水。方清宁吃过无法茶叶蛋，喝过矿泉水后，只觉得浑身舒坦，然后又是一阵称赞与夸奖。李玉，这茶叶蛋是你做的，太好吃了，是要拿去卖吗？我明天还来吃。我一共吃了7个，多少钱呀？说着就要扫码付钱，可我却直接把收款码扣住，反而还递过去了一袋子茶叶蛋。不用给钱了，几个茶叶蛋而已。我还是请得起的。这些茶叶蛋你拿回宿舍，给咱班女生分着吃，以后多来捧我场子就行了。我笑呵呵地说着，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扩大宣传，毕竟自己可是要卖10万枚茶叶蛋，如果宣传不到位，得卖到猴年马月去。方清宁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馋丫头，但却不爱占便宜，说什么也要给钱，然后才肯接过装有茶叶蛋的袋。李玉，你放心，我会带人来捧场的哈。而且你是开门做生意的，怎么能不给你钱呢？那多亏啊。走喽，拜拜。目送着方清宁远去，我微微一笑。班里人不多，才20人，但互相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蛮不错。得到了方清宁的肯定，我也觉得自己做的古法茶叶蛋没有问题，于是又捞了2兜子茶叶蛋之后就出门了。我先去了一趟法学系，给陈玉琪教授送了一袋古法茶叶蛋。教授拉住我，打听着堂堂的事儿，当听到都处理好了之后，才松了口气。后来得知这些茶叶蛋都是我做，并且还在学校隔壁开了一间小吃铺之后，陈玉琪教授表示一定要经常过去捧场。陈玉琪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他知道我回到了宿舍。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肖宗九、赵括和王明3人正在王者荣耀开黑，看到我回来了，3人不约而同发起了投降，4票通过，投降成功。然而就在自家水晶爆炸的时候，敌方的水晶也被一爆，所以他们还是赢了。只不过匹配到的另外2名队友应该是懵了，毕竟马上都赢了，居然还要点投降，搞人心态不适。我也被哥仨这不道德的行为逗笑，不过我也清楚，是因为我回来了，才干出这种事儿来的。果不其然，3人陆陆续续从各自的床上跳下来，来到了我跟前。肖宗九更是打开房门看了看楼道，然后又跑到阳台看了看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老李，小公主呢？就你外甥女。赵括解释道。我恍然大悟，你们说糖糖啊，去上幼儿园了，下午才放学。我说罢，王明忍不住嘟囔起来：牲口啊！糖糖才摆脱家暴的爹，然后就被你这狠心的舅送去幼儿园了。你让我们糖糖休息2天，玩2天，放松放松心情也好啊。肖宗九、王明、赵括3人七嘴八舌的叨咕着，听得我忍不住掏了掏耳。诺，尝尝这个古法茶叶蛋，吃完了说说意见。好嘞，义父。放心吧，义父。义父，就只有茶叶蛋。南大宿舍里带好吃的回来，统统是义父，我们宿舍也不例外。1兜子茶叶蛋而已，炸出来了一对半亿。虽然嘴上嫌弃这只有茶叶蛋，但手脚却是利索的。1兜子茶叶蛋顷刻间就只剩下些许汤汁和鸡蛋皮了。怎么样？我向捧着吃撑了的肚子的哥仨问道，结果也是预料之中，一致好评。老李，你这茶叶蛋和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，香气浓郁，味道可口。吃了还想吃，哪买的？再买点，都没吃过瘾。哥仨的表现让我很满意，让我更加确信可以卖了。我自己做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小吃店，暂时先卖早餐，这茶叶蛋就是其中一个卖品。我的话直接让3人惊讶不已，那吃惊程度丝毫不比刚开始吃到这无法茶叶蛋低。眼瞅着3人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我只好继续解释：我得养糖糖啊，总不能和家里伸手要钱。岂知
幼儿园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校门口的孩子和家长也是越来越少。苏子牵着糖糖的手站在校门口，小家伙盯着来时的方向翘首以盼，但就是没看到我的身影。糖糖稚嫩的脸蛋上有着担心之色浮现，相比于怕我不再要他，他更害怕我出啥事儿了。苏子耐心的陪伴在身边，偶尔开口安慰。终于，在街道拐角处出现了一道身影，糖糖看到后，脸上顿时有着喜色浮现。可随着那道身影靠近，糖糖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凝固了，因为我正一瘸一拐的向这边走。糖糖撒开了苏子老师的手，急忙跑了过来，苏子紧随其后。当两人来到跟前时，才发现我不光是手脚不利索，就连脸上都有着一道擦痕。看着糖糖快要哭的眼睛，我自嘲一笑。来的路上让一汽车的小伙子碰了一下，要不我也不会迟到的。听到这话，糖糖扁着嘴巴哭出了声，因为小家伙在心疼我。不哭不哭，我没事儿。我轻抚着糖糖的小脑袋瓜，柔声安慰，好一会儿才把小家伙哄好，但即便不掉眼泪了，却依旧在抽泣。显然糖糖真的被吓坏了。苏老师，麻烦你了。我开口道谢，谢的是苏子特意留下陪糖糖这件事。苏子摇了摇头，没事儿，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？不用，没啥大问题，养2天就好了。我摇头拒绝，旋即就要带糖糖回家。糖糖，和老师说再见，咱们该回家了。苏老师，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苏子柔声说道。目送着我和糖糖两人离去的背影，苏子却怎么也放心不下，于是思忖了一瞬后，抬腿跟了上去。糖糖听到动静扭过头去，当看到是苏子老师时，稚嫩的脸蛋上有着惊讶之色浮现。苏老师，糖糖，李先生，我不太放心，还是我送你们回去吧。苏子开口说道。他有看过我填写的糖糖的入学申请，知道我们家距离幼儿园不远，然后不等我婉拒这份好意，苏子已经走上前搀扶住我的胳膊。那谢谢你了，苏老师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说道。没事儿。反观糖糖，小家伙却是有些开心。虽然今天是他第一天来上幼儿园，但却没来由的和苏子老师亲近。如今苏子要送他和我回家，糖糖的心里更开心了。只见糖糖蹦蹦跳跳的走在前面带路，显得活泼又可爱。很快一行3人来到了我家门口。苏子刚欲告辞离开，我便邀请他进屋坐坐。糖糖更是直接动手去拉着老师的手，一大一小两人如此热情，苏子也是没法拒绝，只好答应。进屋后，糖糖懂事的给老师倒水。老师，您喝水。舅舅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苏子见状，心中对糖糖的喜爱更浓了。糖糖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。我点着头，眼睛里满是爱意。对了，李先生，您是糖糖的舅舅，那糖糖的父母呢？苏子狐疑问道，因为他看到入学申请表中糖糖监护人那栏里写的是我，而关系是舅舅、外甥女。我闻言抬头看了眼苏子的眼睛，然后黯然神伤。我姐，也就是糖糖的母亲去世了，糖糖的父亲家暴、重男轻女、吸毒，一言难尽。为了糖糖，我就成了他的监护人。3言2语间，我就将糖糖的身世说清楚。苏子听后不禁为之动容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懂事乖巧的糖糖，其身世居然这么悲惨。苏子的眼眶刷得红了，望着从卫生间出来的糖糖，心头忍不住有着怜爱之意涌动。对不起，李先生，我不该问的。没事的，苏老师。我微笑着说道，只不过那笑容中却带着一抹悲怆。过了一会儿，苏子起身告辞，离开前他叮嘱糖糖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。送走苏子，我准备做饭，然而就在我来到厨房的时候，来电话了。定眼一看，居然是老妈丁丽。我有点慌，因为自己脸上有一片擦伤，被老妈看到的话绝对会担心，但如果不接电话，以老妈的性子肯定更担心。思来想去，我只好把手机平放，然后胡乱找个借口。在接通之前，我叮嘱了糖糖，让他暂时不要说话。好在小家伙懂事，点点头答应了。喂，妈。儿子，你干啥呢？人呢？怎么不露面？电话里，丁力开口问道。我脑筋飞速运转，借口随之而来。妈，同学聚会呢，我在做饭，忙着呢，手里都是油，就不拿手机了。你打电话有事啊？哦，妈没事儿，就是昨天晚上做梦了，梦到你出事儿了，心里慌慌的。只要你没事就好，你先忙吧，妈挂电话了。嘟嘟嘟，电话挂断了。听着嘟嘟声，我不免有些错愕，因为老妈这梦做的也太准了一点吧。收起手机，我发现糖糖露出一副思索的表情。怎么了，糖糖？舅舅，刚才那个是姥姥吗？小家伙歪着脑袋好奇地问。对，是你姥姥，只是我暂时没法带你回去见姥姥姥爷，再等等，到时候我再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糖糖懂事的点了点头，因为他还记得我说过原因，怕姥姥姥爷知道妈妈的事儿而伤心难过，所以他很想去见姥姥姥爷。小家伙也还是把这份心按捺住。正如苏子老师说的那样，糖糖的懂事让人动容，远超他这个年纪的孩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糖糖才更让人心疼啊。我开始做饭了，虽然左手和右脚不太方便，但好在做饭不是问题。然而做饭不是问题，明天早上该怎么卖茶叶蛋成了最大的问题。于是，在做饭的时候，我给舍友肖宗九打过去了电话。3人得知我的遭遇后，当即拍着胸脯保证会早点到。然而当听到要5点到店时，肖宗九3人的脸顿时黑成了苦瓜。毕竟对于大学生而言，早起无疑是天大的困难。可谁让3人大话说出口了呢？为了不迟到，肖宗九、赵括、王明3人定了30个闹钟，就这都还担心不够用呢。时间一晃来到了第2天，我本来是想自己去店里让糖糖在家睡觉，可糖糖听到动静后就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扑进了我的怀里。当听闻我要去挣钱时，小家伙说什么也不肯一个人在家，硬是要跟着去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把糖糖也带上。天还未亮，一大一小2人从家里出来向小吃店走去。我清楚，卖早餐看似挣钱，其实就是赚的辛苦钱。我这个点出来绝对不算早，比自己早的比比皆是。还好现在我店里的早餐只有茶叶蛋，要不然就需要更早的出门，更早的准备。我和糖糖到来的时候，肖宗九3人已经过来了。此时他们正一个接一个的打着哈欠。当看到我身边还跟着个小丫头时，肖宗九不禁问道：“老李，你带糖糖干啥？这么早？
咋不让他在家睡觉？就是。面对三人的质问，我只剩下苦笑。反倒是糖糖在听到这些话时，开口辩解起来。舅舅腿脚不方便，离不开人家的呀。舅舅太辛苦了，人家不放心，舅舅不在家，人家不敢，还怕黑。小家伙叽叽喳喳地说着。而第三个理由，三人听后顿时被逗笑了。萧宗九也是在见面之后才发现，我昨天电话里说的腿脚不便，居然这么严重。咋回事？让黄毛碰了一下，车速有点快。我哭笑不得地说。三人闻言，当即对那黄毛破口大骂起来。等听到黄毛车上还带着3个妹妹时，骂得更难听了。我打开店门，萧宗九三人看到后都惊呆了，俨然没想到这家店居然是我的，而且还是悄无声息整出来的。在三人以及糖糖的帮助下，1000多个古法茶叶蛋被端到了店门口。我的小吃店对面和身后都是小区，2个小区规模不小。时间一到，到处都是出门去上班的打工人。对于那些通勤1-2个小时的人来说，吃早餐是必不可少的事情，要不然一整天都会没精神。但做早餐无疑是没有时间的，有那时间不如多眯一会儿，所以卖早餐才是王道。萧宗九三人站在那一锅锅茶叶蛋旁，忍不住感慨惊叹。虽然早上胃口不佳，但闻着茶叶蛋的香味，依旧忍不住胃口大开。只不过三人还没来得偷吃，就有人被飘出去的香味勾引过来了。来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，看其穿着一身太极服，背着太极剑的打扮，不难得知大爷这是晨练归来的。老人家睡得早，醒得早，3、4点外出锻炼身体，太正常不过了。茶叶蛋好香啊，怎么卖的？大爷开口问道。萧宗九则是纠正道：大爷，这是古法茶叶蛋秘方烹制，好吃着嘞，2块1枚，物美价廉。大爷闻言点了点头，倒是不贵，给我拿10个吧。于是萧宗九拿袋子，赵括和王明捞鸡蛋，3人搭配利索得很。大爷付款之后，拎着茶叶蛋离开，才一转身就忍不住品尝起来，主要是闻着味道的确不错。身后看着大爷远去，萧宗九发出感慨：看大爷打扮就知道，退休金得有5位数，不差钱。话音刚落，大爷的身影又出现了，而且还是迈着小碎步向这边跑来。见此情形，赵括忍不住看向我：李哥，该不会是你这茶叶蛋有问题吧？大爷过来退货了，咱可说好了，一经售出概不退货。而且他都吃了。很快大爷来到了跟前，只见他把太极剑夹在胳肢窝下，然后撑开了手里的塑料袋。小伙子，来，再来20个茶叶蛋。哦不，30个，算了，来50个吧。萧宗九3人都惊呆了，退休金是这样花的吗？50个茶叶蛋了，吃得完吗？大爷，50个，会不会太多了？不会，我家人多，嘴也多。来装50个茶叶蛋，装了2个塑料袋。大爷付钱了，拎着茶叶蛋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见此情形，萧宗九忍不住问道：老李，咱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？我闻言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。薄利多销，薄利多销。自从大爷买过茶叶蛋之后，我们便是彻底开张了。2个小区门口陆陆续续有人走出，很多都被茶叶蛋飘出去的香味吸引了过来。虽然有人在看到是茶叶蛋之后有些失望，但更多的是买，而且像第一位大爷那样走到半截又回来，多买几个的顾客也是大有人在。本以为1000多枚茶叶蛋会剩下不少，不曾想还不到7点钟，茶叶蛋就一个不剩了。看着空空如也的盆满，萧宗九3人嗷嚎起来：完蛋，卖完了，我还没吃呢。放心吧，给你们留着呢。我笑着说道。等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收拾回屋，我端出来了一个盆，里面还有不少茶叶蛋。3人见状一拥而上，争先恐后的吃了起来。糖糖也捧着一个剥了皮的茶叶蛋，小口的吃着，一口下去，小家伙的眼睛都亮了。舅舅，好好吃呀！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很快我就把今日的营业额合计清楚，1233个茶叶蛋，卖了2466，刨去成本，盈利1500多。虽然距离卖出10万枚茶叶的任务还有好大一截，但今天的事实证明，古法茶叶蛋还是很有受众。这样想着，我抽出6张100元大钞，送到了萧宗九3人跟前。老萧，给你们拿着，今天辛苦了。正在吃茶叶的3人看着毛爷爷眨了眨眼睛，然后一起怒了：老李，你这事办的不地道啊！我们是为了钱。就是啊，李哥，太把我们当外人了吧？靠，感情淡了，咱把李玉埋了吧。3人都在贫嘴，我则是态度强硬，让糖糖把钱送了过去。你们要是不把这钱收下，我以后还怎么用你们？拿着吧。在我说这番话后，萧宗九3人总算是把钱接了过去，似乎是因为这钱烫手。3人后来在帮我清洗鸡蛋、做茶叶蛋的时候，那是格外卖力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差不多该送糖糖去幼儿园了。老萧，我带糖糖回家收拾一下，该去幼儿园了。好，去吧。这里交给我们。说完，萧宗九就低头继续给鸡蛋搓澡。另一边，我带着糖糖往家走去。不曾想，才到小区门口，就撞见了一个熟人，正是糖糖的老师苏子，而且居然还是特意来接糖糖上学。虽然苏子称是顺路，但我多少有些不信，可能是因为同情糖糖的遭遇，顺带着我腿脚不利索吧。然而即便如此，我也不放心直接把糖糖交过去，毕竟才认识不到1天，万一就当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。于是，在带糖糖回家收拾好之后，我也跟着一块出来了。苏子看到后有些惊讶：李先生，我带糖糖去幼儿园就好，你快回去歇着吧。闻言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解释道：苏老师，我开了一间小吃店，一会儿还得去店里，顺路一起走吧。哦，这样啊，
那我扶你吧。说着，苏子走上前来要搀扶我，无论我如何拒绝，苏子都不肯撒手。如此热情友善的女孩，当真是让我心中好感倍增。尤其是不久前我还质疑过对方，此时此刻更是心怀愧疚。我们三人一起向着幼儿园走去，路上我忽然一拍额头，糖糖，茶叶蛋呢？快拿给苏老师尝尝看。糖糖也是学着我拍了拍额头，然后赶忙把茶叶蛋从袋子里掏了出来。老师，给茶叶蛋，可好吃了。苏子见状连忙摆手，可却耐不住我和糖糖两人的热情，尤其是糖糖，小家伙更是一边走一边剥茶叶蛋，直接将剥好了的蛋双手递了过去。苏子只好将之接过来，而且糖糖也没有乱扔鸡蛋皮。在看到不远处有垃圾桶之后，便迈着小碎步小跑了过去。苏子笑着望着糖糖，等小家伙折返回来后，他才捧着鸡蛋咬了一小口。之前并不是没有吃过茶叶蛋，但是却手里的这个茶叶蛋却不一样，一口咬下去很香，而且还是越嚼越香，就很新奇。苏子三下五除二的将茶叶蛋吃掉，口齿留香的感觉真是不错，好好吃哎。苏子由衷的称赞着，糖糖则是歪着脑袋嘿嘿笑道：是吧，苏老师，这个茶叶蛋是我舅舅做的，今天早上卖了好多呢，好多人都喜欢吃呢。说这话的时候，糖糖那稚嫩的脸蛋上满是骄傲，虽然嘴上说的是我舅舅，但那得意之色简直就像是他做的，如此可爱模样，惹得我和苏子两人多少有些哭笑不得。苏子也是十分捧场，冲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李玉真的很好吃呢，喜欢吃的话，我每天都让糖糖给你带。那怎么行？太占你们便宜，我可以给钱。苏子连忙说道。然而就在他态度强硬的要给钱的时候，我忽然话锋一转，苏老师，要不就别喊我李先生了，都喊老了，喊我名字就行，老李也行。苏子闻言忽地笑了，老李不更显老吗？哎，好像也是哦。苏老师可以喊李哥哦。糖糖忽然补充道，然后捂着小嘴儿笑。我闻言当即摆手，糖糖别乱说。很显然，糖糖是听到我舍友这样喊我，然而不曾想，苏子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若有所思地对糖糖说道：糖糖，可是老师比你舅舅大3岁呢。糖糖听后眨了眨眼睛，小脑筋转动，又道：那就喊老弟呀，来啦，老弟。此话一出，我和苏子都被糖糖整无语，这么懂梗，显然是天赋选手。以免糖糖再出主意，我干脆说道：苏老师就喊我名字吧。可以呀，那我可就喊名字喽。苏老师，糖糖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辛苦你照顾了。我忽然郑重说道，因为三人已经到启智幼儿园大门口，来来往往送孩子的家长有很多，但家长和老师一起送孩子来幼儿园的只有糖糖一例。苏子听到我的话点了点头，然后拉起了糖糖的小手。糖糖，和舅舅再见，咱们该进去幼儿园了。舅舅再见，我会听苏老师话的，你回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，不要再被撞了。前面这句话听得我满心欣慰，可是后面这半段直接让我额头一黑，因为总感觉糖糖这小家伙是故意的，哪有专挑人黑料逮着不放的呢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摆着手，然后转身就走。然而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耳边忽然响起了2道笑声，一道自然是糖糖，另一道就是苏子的了。听得出来他在捂嘴笑，我摇头失笑，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害臊啊！回去店里的路上，我不禁在想，糖糖是真的很乐意亲近苏子老师，两人才认识不到1天，居然就这么亲密了，这样似乎也不错。很快我回到了小吃店，肖宗九、赵阔、王明三人正坐那儿歇着呢，鸡蛋什么的也都清洗干净。看到我回来，肖宗九忙问：糖糖去幼儿园了？对。赵阔和王明两人也是凑了过来。李玉还干点啥？趁着哥几个都在，赶紧给你干干。是啊，老李，你一个人养娃又开店的，我真担心你忙不过来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倍感温暖，只能说自己这大学没白上，最起码认识了他们3个好朋友。可是一个劲的用他们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，于是假装思索了片刻后摇了摇头，没啥事儿可干了，你们回宿舍休息去吧。真的？你可别矫情啊，有事就说话。肖宗九反问一声，真的，有事肯定喊你们。如此，3人才放心离开。然而就在3人离开之后，我又有了任务。叮，你有新任务了，请注意查收，请宿主跟随指示调配馅料，完成后可获得红白案精通。提示音落下，我眼前随之出现了步骤提示，喊我跟着一起做。而且这个红白案精通也是好东西啊，简单的说就是白案是做面食的，馒头、包子，红案是做肉食，两者都精通的话，最起码我自己就可以把小吃店顺利开下去。闭门之后，我跟着系统提示开始做了，然后就发现这哪里是任务啊，简直就是免费福利。我严重怀疑任务要求调制馅料是系统的借口，把红白案精通这一技能发放给自己才是目的。这样看来，系统也太懂事了吧？这样想着，干起活来都会身心愉悦。很快我就把馅料调配好了，尝一尝，还真不赖呢。系统也很干脆，直接将福利下发。于是此时此刻，我成了完全掌握红白案的李大厨。正如我之前所想的那样，以现在自己的厨艺，把这家小吃店搭理下去，已经没什么难度。虽然之前我就会做饭，但只能说一般，所以才会纠结于该怎么把小吃店维系下去。现在好了，不虚了，而且明天早上也不用只卖茶叶蛋，还可以上新包子。之后我检验了一下自身的白案水准，而最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蒸一锅包子，馅料已经调配好了。于是我糊了3碗面，等面发酵之后就可以蒸馒头包子。等待面团发酵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号码是陌生的，但是接通后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是相当耳熟的，因为对方一开口就在喊舅舅。那打的声音，光是听着就让我的嘴角情不自禁的向上扬起。哎，糖糖，我热情的回应着，而糖糖则是关心起我的手和脚来。舅舅，你脚还有你的手还疼不？人家不放心，和苏老师借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。电话里，小家伙诺诺的询问着，我没想到糖糖还在惦记着我，于是心中一阵温暖。放心吧，糖糖，我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，你要好好听苏老师的话，知道了。
呐，人家会听话的。又聊了几句话之后，我喊糖糖去上课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可即便挂断了电话，我脸上的笑容也没有消失。该说不说，虽然才一会儿不见，但我已经想念那个小家伙。在发酵了1个多小时之后，面团总算发酵了。面团体积膨胀，内部呈现蜂窝状，手指戳动不回弹，都是面团发酵好了的标准。这些小知识点对于白暗精通的我而言根本不是问题。之后包包子的程序也是按部就班，从剂子到包子，一气呵成。3碗面，我包了18个包子，蒸熟后能有成年人手掌大小，装满了3个蒸笼。在设定了闹钟后，我来到了前厅。就在我打开门的一刹那，一张人脸突然出现在玻璃门外，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我一大跳。定眼一看，原来是方清明。拉开房门后，女孩迈步走了进来，看着我，方清明背着手，露出一副乐呵呵的表情。李老板，还有没有茶叶蛋了？方清明满心期待地问着，可我的回答却让他不细细了。没有了，早上就卖光了。啊，我来晚了啊！我没有说话，毕竟方清明这不是来晚了，是来得太晚了。要知道，如果不是我特意留了一些前来帮忙的萧宗九3人，怕不是都没得吃。吃不上茶叶蛋的方清明嘟着嘴巴，尽显失落。我见状，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试探着问道：“我在蒸包子，你要不要尝尝？”包子，好的呀，李老板，上包子啊！还没熟呢，别急，再等10多分钟就差不多了。进来坐会儿吧。说着，我请方清明进来坐，两人坐在桌子旁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来。很快就有一股包子香味从后厨飘了出来，方清明整个人都来了精神。李玉同学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李玉同学，你的厨艺怎么会这么好啊？李玉同学，我和方清明做了3年的大学同学，但却是头一遭发现，这丫头居然是个话痨，还是说吃货都是话痨体质？没办法，面对方清明一个接一个的问题，我只能一个接一个的回答。终于，闹钟响了，你等着，我去出锅。回到后厨，我又焖了2分钟，待揭开锅盖后，雪白的包子映入眼帘，热气腾腾之下，还有香味扑面而来。为了避免粘锅和被蒸汽打湿，我赶忙把包子拾了出来，满满一大锅。不多时，我端着包子从后厨出来，只是让我惊讶的是，前厅不仅有方清明，还有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来吃饭的。我狐疑走上前，本来我想要说还没有正式营业，但那对情侣在看到我端着的那盆包子时，直接点餐：“老板，来5个包子，是肉馅的吗？”“对，猪肉大葱馅的。”我如实回答。“那好。”来5个，然后我不再迟疑，给2人上了5个包子。毕竟2人恰巧要吃包子，是上门的生意。安顿好2人后，我回到了方清明身边，后者看着模样好看的包子心动不已。而方清明吃包子的方法也是新鲜，碟子里面倒点醋，再盛1勺辣椒，搅拌均匀后拿起包子，蘸一口硬，咬一口。我有心提醒一下他，但方清明的嘴巴似乎根本不怕，一口接一口的吃着，很快1个包子就被消灭干净。方清明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满足之色。李玉，你蒸的包子太好吃了，包子馅儿鲜嫩多汁哎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皮上也有汤汁的包子。方清明给出了满分评价，不仅是他，另外一张桌子上的那对情侣也是如此，纷纷点评表示好吃。如此，我放心了，明天早上可以上新品了。第1锅包子总共有18个，那对情侣吃了8个，方清明吃了8个。没错，这丫头居然一个人吃了2个人的分量，以至于我都忍不住在想，她怎么一点都不显胖。而方清明也是在吃完之后才反应过来。李玉，该不会只剩下2个包子了吧？方清明看着盆里仅存的2个包子，小心翼翼地询问道。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。就蒸了1锅，还有2个，你还吃不了，算了，别吃了，再把你给撑坏了。说到这儿，我都是有些哭笑不得起来。上一次是茶叶蛋，这一次是包子。方清明2次都是吃到肚皮滴流远，说是一个吃货，还真是名副其实。而听到我这么问，方清明略有心动，小手伸出就要拿向包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算了吧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留着你吃吧。我笑了，天底下可没有把厨子饿死的时候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张桌的情侣吃好了，起身要结账，但是问到多少钱时，我怔住了，因为还真没想过包子的单价，毕竟一开始这锅包子也没打算卖啊。思绪翻转间，我开口说道：“一共16块，肉包子2块钱1个。”听到这个价格，情侣明显有些惊讶，后来更是忍不住惊叹道：“老板，这么好吃的肉包子才2块钱1个，太便宜了吧？”现在猪肉便宜，包子也就便宜了，你们多来就行了。我笑呵呵地说着，虽然2块钱1个的肉包子是真的不贵，但眼下小吃店也才刚刚开张，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吸引一批中式顾客，只有回头客在，小吃铺才能越来越好。这一点我想得清楚。情侣利索的扫码付款，离开前还不忘冲我喊道：“肯定会常来，如此甚好。”一旁方清明满脸都是疑惑不解，显然是因为没想到我会把这么好吃的包子卖得这么便宜。李玉，你这个包子可以卖更贵点的，也绝对会有人买，比如我。哈哈，放心吧，有得赚。不多时，店门在被推开，我顺着看去，看到了一位大叔，大叔头戴安全帽，皮肤黝黑，应该是附近工地的工人。老板，有包子馒头没有？馒头没有，就剩下2包子了，肉馅的。给我吧。多少钱？4块。大叔付款后拿过包，然后便直接咬了一大口，一口下去，大叔眉头一挑，有被这包子惊艳到，真不错，而且还便宜，可惜就剩下2个了。我闻言微微一笑，心中不免有些高兴。大叔，以后早上都会有包子和茶叶蛋，那我明天早上得早点来。大叔笑呵呵地说着，离开前，大叔忽然又问：“老板，你这里有盒饭不？”盒饭。就在我下意识的摇头时，耳边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：叮，触发新任务了，请宿主于明日中午之前做好18道菜，荤素不限，完成任务可获得顶级刀法。该说不说，系统这任务下发的还真是够随意的。有，明天中午就有了，18道菜，荤素都有。大叔听后咧嘴笑了，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。在他看来，我的包子都这么好吃，那明天中午的盒饭也一定值得期待。那我和工友们明天中午过来吃，当然欢迎。大叔离开后，方清明赶忙凑了过来，看着我就仿佛是发现了什么宝藏。我被盯得浑身发毛，故意后退了2步，以免这丫头忽然上嘴咬人。怎么了？李玉，我在想，要不要1日3餐都在你这里解决呢？早上有包子和茶叶蛋，中午有盒饭，18道菜任选，
我决定了，就在你这里解决一日三餐了。说着说着，方清宁就下定了决心，我当然欢迎了，而且多带点人过来才好。当然没问题，保证你吃的卫生健康还舒坦。我颇为自信地说着，送走了方清宁。我上抖音查了查东北盒饭，以前就刷到过，东北盒饭物美价廉，菜的种类有很多，而且还很好吃，可没少让我心动。如今自己也要做盒饭，参考一下东北盒饭倒也方便，毕竟要做18道荤素菜，做什么菜都是有考究的。再怎么说都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，从买菜准备到烹炒可都不简单。好在有的参考，不多时我就决定了菜单：10个素菜，8个荤菜，主食有米饭和馒头。之后我就去菜市场买菜了，原有的食材肯定是不够的，而且在买菜的时候还和大妈谈好了，以后早上都会有新鲜的蔬菜送到店里去，这倒是省了不少的事儿。时间一晃快要傍晚，就在我闭门后准备去接糖糖放学时，中午糖糖打来电话的那个号码又打了过来，本以为是糖糖，可接通后才发现是苏子。苏老师，李玉，我顺路送糖糖回家，你行动不便就不要来幼儿园了。苏老师，我可以。就在我婉拒之际，糖糖在电话那头叽叽喳喳起来，无非是在说舅舅腿脚不便，不让他走动。苏子也是顺着糖糖的话劝阻着，无奈我只好答应。在挂断电话后，我思忖了一下，然后回去了店里，取了几样食材后才向家里走去。苏子老师总是帮忙接送糖糖，理应请人家吃顿饭了，于是我直接回家了。而在我准备着食材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是糖糖和苏老师。糖糖到家了，快进去吧。苏子柔声笑道，以防苏老师离开。我拍了拍糖糖的小脑袋瓜，糖糖，快请老师进来坐。苏老师，晚上在这儿吃饭吧，我都买好菜了。苏子闻言连忙摆手拒绝，可糖糖这个小机灵鬼却是听话的很，也意会到了舅舅的意思，于是赶忙上前去拉苏老师的手，一边往屋里拽，一边挽留着。苏老师在家吃饭吧，苏老师不要走呀，苏老师。尽管苏子一直都在拒绝，但是面对我和糖糖两人的热情邀请，他硬是走脱不开，后来更是被拽进了屋里。随着房门关上，糖糖直接靠着房门张开双臂阻挡，以免苏子逃脱。糖糖乖，糖糖不乖。糖糖小脑袋摇晃得飞快，苏子见状笑着解释道，老师不走，留下吃饭，你不用挡门了。听闻此话，糖糖连忙改口，那糖糖乖了，嘿。不得不说，糖糖这个小可爱真的是太让人喜欢了。糖糖，给苏老师倒水。苏老师，你随便坐，我去做饭。说着，我就要去厨房，可苏子却急忙跟上。李玉，你手脚不方便，我帮你打下手吧。没事儿，不影响。我笑着拒绝，而糖糖则是捧着水杯小跑过来，帮着我解释道：老师，我舅舅说他做饭的时候不喜欢身边有人，那样会打乱他的节奏的。节奏是什么东东？糖糖眨巴着眼睛，露出一副不解的小表情。苏子笑了，旋即向我说道：既然这样的话，可就要辛苦你了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然后进去了厨房。苏子则是带着糖糖在客厅里练习写字。糖糖的手很小很小，攥着笔杆都显得费劲。苏子守在一旁，耐心地指导着我，偶尔会趁着空隙出来看看。当看到苏子和糖糖一大一小两人挨得那么近，搁那练习写字时，心中也会情不自禁的开心。事实上，关于糖糖乐意亲近苏子这件事，真的不难理解。孩子嘛，总是离不开妈妈的手，而刚好苏子就恰巧填补了糖糖心中的缺口。不多时，饭菜做好了，做一顿家常菜，对于我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难度。6菜1汤，荤素搭配均匀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摆上桌时，不免让苏子感到惊讶。可转念一想，如果我没有不错的厨艺傍身，又怎么会开小吃店了？苏老师，我舅舅做的饭菜可好吃了呢，苏老师你要多吃一点哦。糖糖小嘴叨咕个不停，小手也是在忙着分发碗筷。苏子可不想什么都不做，于是争着抢着帮忙盛饭。3人都在忙，倒显得有几分趣味。苏老师，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炒了几个家常菜，尝尝看合不合胃口。我笑着说道，然后动筷给糖糖的碗里加了一块糖醋里脊。苏子闻言忙道，都是我爱吃的菜呢，李玉真是太辛苦你了。开吃之前，苏子也是给糖糖的碗里加了一块肉，显得非常温柔。糖糖捧着碗，扒拉着米饭，露出一副笑眯眯的小表情，黝黑的大眼睛也是瞅瞅我，再看看苏老师，然后嘿嘿笑。这么小的孩子倒是没有什么不怀好意，一说只能说是有鬼点子。果不其然，在我和苏子两人聊着天的时候，糖糖故意摆出一副严肃之色。可，舅舅，咱们不是在幼儿园的，你怎么还喊苏老师？苏老师呢？糖糖的话说到半截，忽然感觉不太对劲。哎，人家也在喊苏老师耶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舅舅，你让苏老师喊你的名字，那你也别喊苏老师了呗，太生分了啦。我闻言暗道了一声调皮，在偷瞄了眼坐在对面的苏子后，开口问道：那我该喊苏老师什么名字吗？哎，对喽，喊名字也比喊苏老师好听呀。糖糖满意的点点头，旋即又看向苏子。苏老师，你说可以不？你说人家说的对不？苏子被糖糖逗笑了，这小家伙脑回路还真是蛮清奇的。当然可以，对，糖糖说的对，李玉，你也喊我名字就好。那好吧。我哭笑不得的点头答应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我们3人之间的关系倒是拉近了不少。难道一个称呼而已，居然还有这种作用？我和苏子也是越来越熟络，吃饭的时候聊着天，从饭菜好吃聊到了日常生活。虽然糖糖对于我和苏老师聊天的内容中有很多都听不懂，而且也经常插不上，但就是开心。然而就在我和苏子聊着天的时候，窗户外面的天空忽然闪过一道明亮的闪电，闪电之后便是隆隆雷声，雷声未完，便有噼里啪啦的雨水洒落，雨很大，和拿盆往下泼似的。苏子被齿轻咬着筷子头，内心有着些许着急，雨这么大，自己可该怎么回家呀？我看出了苏子的着急，于是轻声宽慰着说道：雨这么大，应该下不久，别急。而糖糖则是追问道：舅舅，那要是下得很久呢？下很久。
呢？苏老师是不是就没办法回家了呢？苏老师，那你就别走了，很危险的。糖糖一本正经地说着。苏子和我在听到这话后，则是一阵错愕。别走了，那怎么行？糖糖，老师的家人还在等我回家呢，等雨小了，我再走，没事的。苏子这样说着，心中祈祷着雨赶紧变小。可是看那雨下的尽头，一时半会是不会小的。而且闪电和雷声也是一个劲的在天空中肆虐，闪电越来越长，越来越亮，雷声则是愈发的沉闷。先吃饭吧。我说完又补充道。不过糖糖说的也对，我们家有空闲的屋子。苏子点着头，可心却怎么都挪不到餐桌上去。直到吃完饭，撂下碗筷，外面的雨都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难不成真的要在这儿留所？苏子一想到这，小脸就忍不住的一阵发红发烫。收拾完碗筷，打扫完卫生，苏子站在窗户前向外张望。糖糖以为他在琢磨着该如何回家这件事，于是踮着脚尖吓唬着说道：老师，淋到雨的话是会感冒的，别走了。苏子闻言露出一抹苦笑，外面的雨那么大，真的是让人生不起一丁点。淋雨，男舅舅空迷的念头啊！可是，难道真的要在这儿留宿？想到这，苏子还想要挣扎一番，然后掏出手机看看能不能叫到滴滴出租车。然而情况很糟糕，排队等车的人数居然多达3位数。不仅排队等车的人多达3位数，就连加价叫车都被推高到了平时的5、6倍。可即便如此高的价格，也依旧是一车难求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硬要回家的话，要么淋雨，要么被雨淋。最终，经过短暂的内心挣扎后，苏子苦笑着道：打搅了。闻言，糖糖顿时开心的蹦跳起来，然后就拉着我的手跑去收拾房间了。舅舅，让苏老师睡咱们卧室旁边好不好？苏老师，你等等哦，马上就好了。在收拾的过程中，糖糖还不忘招呼他的苏老师，以免等急了。苏子站在一旁，看着一大一小两人在屋里忙活，他想上去帮忙，却又觉得不太合适，但是干愣着好像更不合适吧。就这样，他纠结坏了。不过好在我和糖糖的手脚力，很快就把房间收拾好了。床面整洁平坦，上面还放有一个粉色的毛绒玩具。见此情形，苏子内心一阵温暖。苏老师，你洗澡不？糖糖跑过来，拉起苏子的手，热情地询问着。苏子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好，洗。我则是叮嘱了糖糖一番，让他照顾好苏子。听到这话的苏子顿时哭笑不得起来，可是糖糖却像是个小大人似的，拍着胸脯。呐，一定的，苏老师，我带你去洗澡哦。说着，糖糖牵着苏子的手去到了卫生间。好在家里面东西齐全，未拆封的浴巾什么的都有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糖糖居然要和苏子一起洗澡。苏子居然答应。糖糖是怎么说的？这都让我一阵疑惑与哭笑不得。不过两人一起洗澡的话倒是省事儿。我闲得无聊，坐在客厅里待着。忽然宿舍群里有人说话，点开后发现是萧宗九3人，都在询问明天早上出不出摊。出摊，天气预报显示后半夜就没雨了。当然了，要是早上还下雨，就不出摊了。我直接打字回复，只能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明天早上都是要出摊。毕竟我下午可是准备了2000多个茶叶蛋，还有3种包子馅，足足装满了3个盘，只等明天早上去店里然后包包。这样想着，我的目光投向了有着哗啦水流声传出的卫生间，毛玻璃上水汽氤氲。苏子正在洗澡，咳。想远了，我不是在耍流氓，而是在想一会儿得和苏老师知会一声，麻烦他明天早上帮我自己照顾糖糖。毕竟我是要早起去店里包包子，会非常早，那么早自然不能带糖糖去，太影响睡眠了。所以麻烦苏子帮忙照顾糖糖这件事很有必要。和萧宗九他们3人在群里聊完天后没多久，卫生间的门就被拉开，首先冲出来的是一股带着热浪的水汽，再然后苏子迈着大长腿走出。洗完澡后，他直接就把衣服穿上，再怎么说不是自己家，直接裹着浴巾出来，多少有点不合适。苏子身后的糖糖就是浴袍加身了，小家伙正用双手揉着水嫩的小脸蛋，我起身过递过去一个热吹风，谢谢。没事儿，房间里就有插头。好。苏子带着糖糖一块回房间了，很快就有热吹风呼呼的声音响起传出。我来到卫生间，然后发现里面已经被打扫过，地面干净，没有水痕，日常用品也被摆放得整整齐齐的，洗手池周围则是一根头发都没有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在想，苏子还真是一个细心的女孩啊。不久后，苏子和糖糖都吹干了头发，从房间里出来了。苏子一个劲地表达着感谢之情，我则是不做不满，这才让他没有继续愧疚。苏子，我还真有一件事需要麻烦你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苏子眨动着美眸，连忙问道，而我则是趁机把想说的事儿说出了口。就是明天早上我要起早去店里忙早餐的事儿，太早了就不带糖糖了，但是她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不放心，所以就需要你来帮我照顾她，我会尽快回来。然而待我说完之后，率先开口的不是苏子，而是糖糖。小家伙很不情愿，嚷嚷着要跟着一去。不嘛，舅舅，人家要和你一起去，今天早上人家就帮了很大忙呢，不是吗？舅舅，你别把人家放家里好不？人家要和你一起去。糖糖着急的在原地蹦蹦跳跳，我则是蹲下身来，扶着小家伙的肩膀解释道：糖糖乖，听话，我去的太早了，你在家好好睡觉，好好睡觉才能长个子，知道了吗？看得出来，糖糖依旧不愿意，但奈何我态度坚决，而且还不给他反驳的机会。无可奈何之下，糖糖只得垂下头，用默不作声来做抗争。苏子欣然答应，不过李玉，明天早上我可以陪伴糖糖，可是以后呢？苏子反问道。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，只不过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就是以后要么带糖糖一起，要么起晚点吧。我苦涩道。包子早上现包现卖比较好，要是提前1晚上包好，就该变味了。等我买的自动化包包子机器回来了，也就可以不用太早去店里了。听到我的话，苏子点了点头，然后忍不住称赞起来。现包现卖，李玉，你比别人要有良心的多呀。
然而就在他准备休息的时候，房门被敲响了，而门外也是随之响起了堂堂的声音：“苏老师，苏老师，开开门呀！”苏子拉开房门，然后发现堂堂手里捧着一件衣服。堂堂，怎么了？我听说很多早餐店都是预制包子，冷藏在冰柜里，现蒸现卖，不像你，还是现包的。虽然辛苦，但我觉得你很厉害呢。真的，李玉，我没胡说。说话间，苏子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而面对苏子的夸奖与称赞，我腼腆的笑了，居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我这样做虽然费劲，但好在良心不会受到谴责，累就累点吧。堂堂听不太，但却知道我的不容易，于是小家伙也不再争执，而是要听我的话，听我的安排。客厅里，我和苏子在陪着堂堂看电视，但小家伙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，时间一到就会主动关机，顶多就是把那一节剧情看完。关掉电视后，堂堂冲苏子摆了摆小手：“苏老师，晚安哦。”“呢，晚安，堂堂。”苏子温柔地回应着，心中却是有些惊讶于堂堂的懂事与听话。之后，堂堂跟着我回去了卧室，苏子也回去了房间。堂堂随即把手里的衣服递了过去：“苏老师，这个衣服是舅舅的，舅舅说你没有睡衣，就先穿这个吧，要不然会不舒服的。”说完这话之后，堂堂直接就把我杀了。舅舅不好意思和苏老师说，所以喊堂堂来给苏老师你送过来的哦。闻言，苏子这么着，转而捂嘴笑了。是这样啊。呐。就在堂堂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隔壁的房间里响起了我的催促声：“堂堂，回来睡觉了。”听到呼喊声，堂堂冲苏子嘿嘿笑了笑，小跑了回去。苏子捧着我的衣服，心里划过一抹别样的感情。怎么说呢？堂堂可爱又懂事儿，而堂堂的舅舅也就是我，也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大男生呢。不光是饭菜做得好吃，就连人还这么温柔。想到这，苏子忍不住小脸一红，然后赶忙回去了房间，可不敢再胡思乱想了。继续下去，岂不成花痴了？回到卧室，关紧门。苏子看了看我的短袖，是一件纯白色的棉质短袖，还是宽松的款式。苏子玉手在其上抚摸而过，然后沉思了一下后，便开始了换衣服。堂堂传的话一点都没错，穿牛仔裤睡觉肯定是会不舒服的。本来苏子是打算克服一下，不曾想我居然想到了这一步，还差遣堂堂送来了这件短袖。只不过一想到堂堂刚才说的我不好意思，苏子就忍不住的想笑。很快苏子换好了衣服，这件短袖很宽大，都可以当睡裙了。房间里，苏子婀娜多姿，短袖加身，魅惑力直接拉满。熄掉灯，躺回到床上，苏子闭上了眼睛。可就在这时，耳边恍惚有着细小的说话声传来，他急忙睁开眼睛寻找，然后反应了过来，是我的声音。我和堂堂的房间就在隔壁，两个房间共用一堵墙，如此情况下，即便隔音效果再好，也是不可能做到完全隔音的。就和酒店里面偶尔可以听到隔壁为爱鼓掌的动静是一个道理。苏子没有窃听癖好，不过在听到我是在给堂堂讲睡前故事时，仍旧没忍住支棱起耳朵偷听起来。然而在听了好一会儿之后，苏子都没分辨出来我讲的是什么故事，不像是童话故事，也不像是神话故事，反倒是像小说。苏子反应过来了，然后一阵哭笑不得。我居然把玄幻小说当成睡前故事来讲给堂堂听，什么佛怒火莲，什么燕分饰浪齿，难怪会耳熟，原来是斗破苍穹呀。该说不说，自己也爱看，每周日都会追剧最新一集呢。苏子被我的行为逗笑，躺在床上一不小心咯咯笑出了声音来。然而不知道是不是隔壁听到了他的笑声，剧情戛然而止，什么都听不到。突发的变故让得苏子小脸发烫，害臊的紧。毕竟如果真是因为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而结束了讲故事，那他窃听的罪名可就。坐实宁麻是2年。就在苏子不知道详细情况的时候，天边忽然闪过一道闪电，闪电过后就是一阵轰隆隆的闷雷声。紧接着，苏子发现周围好像变暗了很多，他狐疑的翻身下床，来到窗边，只见楼下的路灯已经尽数熄灭，放眼望去，皆是漆黑一片，似乎是停电了。就在这时，又是雷声响起，吓了他一大跳，赶忙跑回到了床上。漆黑的环境下，又有雷声阵阵，苏子一个女孩子能做，似乎只剩下缩在被窝里了，耳边也只剩下了外面哗啦啦的下雨声。忽然间，敲门声又响了，苏子直接受到了惊吓，那感觉和恐怖片似的。好在门外响起来的声音是堂堂的：“苏老师，苏老师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“堂堂，进来吧。”苏子打开手机手电筒照向了门口，急忙叮嘱道：“堂堂，注意安全，别摔着。”“呢，放心吧，苏老师，我没事的。”说话间，堂堂把房门关上，然后还贴心的锁上。直到堂堂靠近床边，苏子才发现小家伙居然还抱着枕头。见此情形，苏子不免有些狐疑：“堂堂，怎么了？”“苏老师，家里面停电了，外面打雷又刮风，舅舅怕你一个人害怕，所以派堂堂过来和你就伴来啦。”堂堂小声说着，然后反问道：“苏老师，我可以上床吗？”苏子急忙掀开被子，露出了那双又长又白又嫩的腿，然后连连点头：“当然可以了。来，堂堂，快上来。”苏子一个用力就把小家伙抱上了床，堂堂随后把枕头放下，然后钻进了苏子的被窝里，感受着苏子老师被窝里的温暖。堂堂嘿嘿笑了，很是心满意足。“苏老师，你害怕不？”“嗨，可，老师不害怕。堂堂要是害怕的话，可以挨老师近点。”苏子心虚的说着，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毕竟刚才被吓着，钻进被窝里蜷缩着。可是他本人，好在现在有堂堂在，苏子的胆量也是随之大了起来，居然还可以安慰堂堂了。不过在安慰堂堂的时候，苏子心中所想的却是我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大男生实在是太让人无可挑剔，怕自己害怕，特意派陪伴过来，真的是让人心里暖暖。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，准确来说是凌晨3点半。我因为要去小吃店准备早上要售卖的包子，所以才会起得这么早。外面天色依旧很黑，好在有电了。马路两边的路灯上有着略显昏暗的黄晕浮现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我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卧室。这么早，我是不打算吵醒堂堂以及苏子，可是不曾想，就在我来到门口换鞋子的时候，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道嘎吱开门声，扭头看去，正是苏子。此时此刻的苏子正揉着惺忪睡意，当看到我要出门时，几步走上前来：“李玉，这么早就要去店里吗？”
对。我点点头，轻声应道，然后便扭过头去继续穿鞋。苏子，才3点钟，你回去再睡会儿吧，我先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哦，对了，糖糖就麻烦你了。说完，我推开门走了出去。不过在关门时，似乎着重往屋，准确来说是苏子身上多看了一眼。苏子正狐疑我的眼神，忽然间有一股稍微显凉的风顺着门缝钻了进来，吹到了他的大长腿上。刹那间，苏子美眸瞪大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他就反应了过来。刚才我在看什么？当然是在看腿了。自己身上可就穿了一件宽松的短袖，虽然男款要长得多，但和奇挎小短裙也差不多。苏子连忙弯曲双腿，双手也捂住了衣服最下。可是现在捂有什么用啊？尴尬了一会儿，苏子悻悻地回去了房间，钻回到了被窝，蒙住了脑袋，害臊。太害臊了。另一边，我走出单元门后，一股雨后夜风袭来，夜风微凉，吹凉了那颗刚才有些躁动的心。3点半起床，我当然也困，但看到刚才那一幕后，困意消散了很多。只不过一想到刚才自己那多少有些冒犯的眼神，我就尴尬的嘴角直抽抽。再一去想苏子会如何看待自己，那就更尴尬了。我这个人有一个好习惯，发生过的事情就不再去多想什么，因为没用。所以即便有些尴尬，我也不再去多想什么。在紧了紧身上的外套后，我加快了步伐，向着小吃店赶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我来到了店里，打开灯，关紧门，直奔后厨，把双手洗干净后，我把馅料和面团取出，放在了案板上，揉面、擀面、切面、剂子等操作行云流水，那模样就仿佛是一位资深的白案师傅。我一共准备了3种馅料：猪肉、大葱、韭菜、鸡蛋以及梅干菜肉馅。为了在售卖的时候方便区分，在包包子的时候，我特意捏了3种不同的包子褶。猪肉大葱的是好看的花纹，韭菜鸡蛋的则是麦穗花边，梅干菜肉馅的整体更像是一枚柳叶。前后不过半个多小时，我就把面团和馅料用完了，全部包成了包子，满满的摆放了12个竹篦。看着这些好看的包子，我心中多少有点成就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脸色顿时难看了些许，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特意捏的花边，实际上是自己在给自己增添工作量啊。毕竟自己是要购买包包子机器的，从而实现自动化解放双手，但机器毕竟不像自己可以把包子褶包成各式各样的。想到这，我脸上有着苦笑浮现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再说吧，大不了到时候上锅蒸的时候分开来，也可以分辨得清楚。12个竹篦子陆续放上了蒸笼，合计240个包子，每个馅料都有80个。在蒸包子的时候，我找来了一块黑白和粉笔，然后写上了包子是什么馅的以及价格：猪肉大葱2元，韭菜鸡蛋1元，梅干菜肉馅3元，古法茶叶蛋2元，都是肉馅的包子。梅干菜肉之所以贵1块钱，是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馅好吃，3块钱一个绝对很值。忙完这些后，我也没有闲着，而是去准备食材，毕竟我是要在中午之前炒完18道菜。对于是顶级刀法，我有些期待，不知道会顶级到什么程度。一些不怕放得久的食材优先准备好，不能长时间安放的就晚点再说。就在萧宗九3人来到小吃店附近的时候，忽然嗅到了香味儿。哎，是包子味儿。老李说今天要卖包子，该不会是从店里飘出来的吧？要真是李哥蒸的包子，那我可得好好评价一番了。你那是评价吗？你那是馋老李包子，去，搞得谁不是似的。等到彻底忙完，已经不早了。萧宗九3人也是在昨天那个时间点赶了过来。虽然特别早的起床对于大学生而言无疑是有难度，但一想到可以白嫖、早餐还有小钱拿，萧宗九3人就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。当然了，有钱拿不是主要原因，白嫖、早餐才是根本理由。毕竟我做的古法茶叶蛋还是十分好吃的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3人嘻嘻哈哈的来到店门口，敲门后，我拉开了卷帘门，然后不等我说些什么，萧宗九3人就挤了进去，然后大口大口的吸气，弥漫在屋里的蒸汽了。那模样，知道的是在闻香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几人在聚众干坏事呢。老李，什么味儿？萧宗九明知故问，我倒也是捧场，如实回答：包子味呗，想吃自己拿去。听到我这话，萧宗九3人嘿嘿笑了，那笑容显得是那样的不怀好意。3人搓着手，贱兮兮的去到了后厨，揭开蒸笼，呼的一下被熏白了眼镜片。可即便如此，也阻挡不了他们对美味包子的热爱，也不管烫不烫，直接上手要拿，但下一秒就被打了找。用夹子拿，注意点卫生好吧？哥几个，我哭笑不得的把竹夹递了过去，主要是也怕给他们的爪子烫，那多不应该呀！我不小气，也不怕人吃，尤其是吃包子的还是萧宗九他们3个，所以我不着急，也没有催，直到3人吃饱了，才招呼他们一起往外搬东西。而在搬东西的时候，萧宗九3人还在得意比划着吃了几个包子，合计了一下，3人消灭了15、16个包子。我听到后笑了，揶揄道：“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！”此话一出，萧宗九他们愣了愣，转而便反应过来我在占他们便宜，于是3人陆续放下手里的东西，直接修理了我一波。几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不错的，嘻嘻哈哈的笑声倒是引人注目。而随着他们将早餐从店里搬出来，很快就有客人凑了过来，包子、茶叶蛋。是啊，美女，包子都是现包的，绝对不是预制包子，放心吃就好。我笑着招呼道，本就模样帅气。此话一出，顿时引得女生频频点头。包子都是什么馅？猪肉大葱、韭菜鸡蛋、梅干菜肉馅，咱家茶叶蛋也是古法制作，非常不错，尝尝。我如实说道。而随着我说完，女生心动了，居然有梅干菜馅的包子。老板，我要5个，只要梅干菜馅的啊。好嘞，茶叶蛋也给我拿5个吧。没问题。在萧宗九的帮助下，我将女生要的东西装进了2个塑料袋里，并且还贴心的套了一个更大的塑料袋。我的行为，女生看在眼里，不免有些满意。多少钱？一共25。女生点点头，付款后还晃了晃手机，表示付过去了。我则是都没有去看到没到账，顺便还热情的笑了笑。没事儿，不用给我看，转账了就行。该说不说，我这接二连三的操作，直接拉满了在女生心目中的好感。在女生看来，如果这家的包子好吃的话，以后就当固定时间点刷新的 NPC。而随着女生离开，萧宗九3人也是惊叹出声。可以啊，老李，这小词一套一套的。我要是女生来买货，也得让你刷满好感度了。萧宗九说罢，赵括也很赞同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却是话锋一转：可是李哥，你这么会哄女孩子，为什么还单身呢？滚！哈哈，几人都被逗笑了，似乎在大学男生宿舍揭短、调侃、
打趣，互占便宜才是主旋律。就在几人乐乐呵呵的时候，一位老大爷疾步走了过来，看其身着太极服的打扮，我就认了出来，是昨天早上买了好50个茶叶蛋的那位大爷。萧宗九也认出来了，虽然要开门做生意，但还是没忍住询问起来。大爷，昨天买了那么多茶叶蛋，应该还没吃完的吧？然而大爷的回答却是早没了，早就吃完了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都害怕，那么多茶叶蛋一天吃掉，真不怕身体出问题？就在我都不敢再卖给大爷茶叶蛋的时候，大爷笑呵呵的接受起来。小伙子，你们家的茶叶蛋好吃啊，好东西我就乐意分享，给邻居分了点，就没剩下几个，我才吃了3、4个。闻言，我冷不丁的松了口气，要不然真的要该建议大爷去医院检查一番。哟，今天还有包子，都有什么馅儿的？哎呦，还有韭菜鸡蛋馅儿的，来5个。哦不，来10个。大爷举着双手比，赵括和王明当即开始装袋，我和萧宗九则是一声问道：大爷，吃得了？吃不了可以给邻居的嘛。而且小伙子，我相信你卖的包子肯定好吃，太好吃的话我就不分给邻居了。因为茶叶蛋好吃，所以大爷相信我的包子也会好吃，这可能就是爱屋及乌食物版嘛。10个包子10块钱，这么便宜啊？那再来10个吧。大爷语出惊雷。大爷，要不要先尝尝看？萧宗九小声问道，大爷却故作生气地反问起来：你这小伙，我多买点，你不就多赚点？怎么本末倒置呢？关心客人的事儿，以后少干啊！要干也不是你们做生意该干的。不得不说，大爷的脑回路很不一般，而且也是足够开明开了。说的这些话让人没法反驳。离开时，大爷手里拎着20个包子、50个茶叶蛋，真的是大客户一枚啊！哟，大爷真有实力。萧宗九感慨出声，而自己哟，大爷就是这货取的绰号，因为大爷真的很爱哎呦哟呵哟，不光有实力，还很热情啊！做大爷的邻居真好，吃喝不愁的。该说不说，我很喜欢这位大爷。哥几个感慨着的时候，我也在惊叹，因为大爷的身体真棒，50个鸡蛋单手就拎着走掉，那得5、6斤重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马路两边的小区里面，陆陆续续有着人走出，有出门给家人买早餐，也有忙着去上班的。无论如何，可以现吃的包子和茶叶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。有上班族骑着共享单车过来，脚不离地的要了包子和茶叶蛋，然后一拧车把，呲溜离开去上班了。也有人着急啊，现买现吃，2个茶叶蛋一口一个，差点没噎。后来还是喝了一口煮茶叶蛋的卤汁才缓过劲去。临了还建议我可以整点粥卖，哪怕是预制的也好。马路上人越来越多，买早餐的人也是如此。昨天买过茶叶蛋的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，而昨天在店里吃过包子的那对情侣中的男生也是顶着鸡窝头发型，黑着眼圈过来买包子。看情形已然成了固定时间点刷新的 NPC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和萧宗九2人出马，完全可以忙得过。后来买早餐的人越来越多，4个人得齐齐出马，这一忙就是1个小时，天都非常亮了，生意实在是太兴隆了。不仅如此，方清宁和其舍友也是准时刷新。4个女生穿着热辣短裤迎面走来，看样子应该是刚晨跑完。女大学生身上有着一股活力与朝气，尤其是刚刚晨练完的女大学生，香汗淋漓的样子显得更加娇。饶是萧宗九3人与方清宁是大学同学，有课的时候每次都会见面，但此时此刻也依旧没忍住多瞄了2眼。当然了，也顶多就是偷瞄，要是正大光明的看，被发现的话，那得多尴尬。方清宁显然是4个人中的核心，到来后也是他招呼着其他3位舍友。晴晴，他的蛋可好吃了，一定要尝尝啊！冰冰，猪肉大葱馅的包子可棒了，一口咬下去，嘴里满是汤汁，绝对不能错过哦。听着方清宁招呼舍友的话语，我忍不住额头一黑，啥叫他的蛋啊？这话多容易让人误会，就不能说清楚点吗？不过在方清宁的点评下，于雅洁3人还是纷纷掏腰包买了一份早餐。他们3人买的都一样，2包子，2个茶叶蛋，顶多就是要的馅不一样。但方清宁这姑娘就在此时显得不一般了，一个人要了6个包子，每种馅的包子都要了2个，并且还小声嘟囔着早上起来胃口一般。听到他嘟囔的话语，身边的3名舍友都忍不住笑了。虽然早就习惯了方清宁的大胃口，但每次都还是会被震惊一下下。同样惊讶的还有萧宗九3人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看起来身材苗条的方清宁，其饭量居然会这么大。要知道，刚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吃过包子，虽然是真的不错，真的好吃，但也顶多吃了3、4个。反观方清宁，一个人一顿早餐就要吃6个包子。这饭量着实可以啊，只有我没去惊叹，毕竟我是亲眼见过方清宁一口气吃了8个包子。就在昨天，方清宁等人买了早餐之后，并没有急着回宿舍，反而选择留下帮忙。尤其是方清宁，小嘴儿更像是抹了蜜，安装了发动机似的，一刻不停的称赞包子和茶叶蛋。本来一些人只是路过，不打算买早餐，但听到方清宁的描述与形容后，居然会忍不住有点饿。尤其是听到他对包子馅的描述时，一些人嘴里更是忍不住有着些许口水冒出，那感觉就和深夜刷到了美食视频似的。于是我的早餐摊生意呼的一下火热了起来，火热到需要所有人一起出马才能忙活得过来。陈小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上班族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宁可早上多在床上蠕动一会，也不想早点起床做口饭吃，所以在去上班的路上买点早餐是他的不二选择。平时他的早餐花销都被把控在5块钱之内。今天路过我的小吃摊时，他买了一个猪肉大葱和一个韭菜鸡蛋馅的包子，以及1枚茶叶蛋，花费刚好5块钱。然而就在他往公司走的途中，就没忍住把手里的早餐拆了开来，吃过之后眼睛都微微发亮。宝藏
早餐店这几个字直接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。虽然知道吃饭吃得太快会对身体有影响，但眼下他却忍不住了，3下5除2的就将手里的早餐吃了个干净，连掉落在塑料袋里的韭菜鸡蛋也一并吃了个干净。可是他居然破天荒的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哪怕买的早餐不够吃，还有点饿，他也不会再额外买一些。但是今天，他忽然想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那就是把以后的早餐钱增加到10块钱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如果不是担心上班迟到的话，他是一定会折返回去我的小吃摊前，再买几个包子尝尝看的。这样决定之后，陈小娟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心中暗道：没发烧啊。思来想去，也就想明白了，一定是那个小吃摊卖的包子和茶叶蛋足够好吃。就这样，陈小娟成了我小吃摊的忠实顾客。无独有偶，很多人在吃过我家的包子和茶叶蛋后，都有被惊讶到，哪怕已经吃饱了，也忍不住的在想明天早上的事。一定还来。就这样，第一次卖茶叶蛋，我收获了一批忠实的食客。今天第一天卖包子亦是如此，而且吸引的食客数量还非常的多。就在我的小吃摊生意大好的时候，马路对面的一个卖手抓饼的大叔忍不住一阵好奇，包子和茶叶蛋真有那么好吃？当看到我的小吃摊几乎要被抢干净，那时候大叔更是惊呆了。反观大叔自己的手抓饼摊位，客人寥寥无几。虽然我小吃摊的出现抢走了大叔些许客人，但他依旧忍不住好奇心走到了马路对面。大叔也开始排队了，他也想要尝尝看看我的包子和茶叶蛋到底有多好吃。很快就轮到大叔了，然而到他这里时，只剩下了茶叶蛋，包子什么的都卖光了。无语中，大叔要了几个茶叶蛋，回去手抓饼摊位后，趁着没客人要手抓，他也就剥开蛋皮尝了尝。然而不尝不知道，一尝吓一跳，手里的茶叶蛋味道还真是不错。要知道刚才排队的时候，大叔看到我身后黑板上写着“无法茶叶蛋”这几个字，还是有些不屑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是在耍小聪明，写上“无法”2字就会让人觉得他的茶叶蛋很不一般。当时的确是这样想，但是亲自尝过之后，大叔不这样想了，反而轻轻的给了自己一个巴掌，认为自己那会儿的想法很肤浅。除此之外，大叔还在想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以后该去哪儿摆摊卖手抓饼。很显然，这里已经容不下他了，毕竟有我的早餐店在，周围的客人都会被他吸过去，再继续搁这儿卖手抓饼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原本被抢了生意，大叔是应该生气，但是尝过我的茶叶蛋后，他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还觉得理应如此。那一刻，大叔甚至觉得自己是脑抽了，居然会这样想。不过在那之后，大叔就在想，明天要早点来尝尝包子好吃不？时间来到了7点半，在其他卖早餐的摊位生意刚开始红火起来的时候，我这边已经开始收摊了，因为无论是包子还是茶叶蛋都已经卖光了。要知道，那可是2000多颗茶叶蛋，居然一个没剩，想想都觉得夸张，但这就是事实啊。待把东西都搬回到店里之后，方清明就和舍友离开了，我急忙追了出去，要给工钱，毕竟人家也是帮了不小忙。然而无论我说什么，方清明4人都不肯收钱，甚至还威胁道，要是再给钱，以后就不来照顾生意。该说不说，当时说出这话的时候，方清明心里是犯嘀咕的，万一我宁可不让他们来吃早餐，也要给工钱的话，该用什么话术周旋？如果真的不来我这儿光顾的话，还真是有些舍不得呢。好在我没有过于执拗，不肯收钱就不硬给。目送着方清明几人离开，我回到了店里。相比于几个女生的拘谨，萧宗九这仨货就没有丝毫见外的意思。我回来的时候，3人正仰躺在板凳上休息，一边休息一边嘟囔着：“再也不来了，除非我喊一声义父，要大声喊。”听到这话的我顿时有些哭笑不得，但还是从收银台里抽出了几张现钞递了过去。但这一次，萧宗九3人却怎么也不肯收了。行了行了，可没必要，昨天给了我们就收了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3人谁也不肯收，看那架势是绝对不打算收的。无奈，我只好把钱收起来，等着一会儿从支付宝转账过去，不用收款也会到账。不过以防3人会再把钱转回来，我只能在转账之后把做拉黑处理，等需要的时候再拉出来。我只是在心里暗想着，但如果是被萧宗九3人听到的话，绝对会十分无语。事实上，萧宗九3人不收我的钱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的，那就是实习在即，哥几个要分开，满打满算还能帮几次啊？休息了一会儿，萧宗九3人又帮我收拾了收拾，然后就回宿舍去。当听闻我中午要卖快餐盒饭时，3人当即表示会过来鉴赏一番，实际上也是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罢了。男生之间不用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就是了。送走萧宗九3人，我也是坐在收银台前，清点起今天早上的收入来。虽然一张张的钱数额不大，但毕竟是自己赚的，清数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包子数量不算多，毕竟都是我一个人靠双手包的。尽管单身多年，手速尚可，但毕竟有极限，所以包子营收也就几百块，抛去成本，利润有2/3。但茶叶蛋的利润可是真的可以，足足有3000多。也就是说，一早上我就赚了几千块。看着这些辛苦钱，我忍不住咧嘴笑了，成就感直接拉满。收拾好后，我站起身，伸着懒腰，想着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忽然间，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了一个女孩。女孩我认识，正是方清明的舍友，最文静的那个女孩于雅洁。虽然是大学同学，但真的没什么交集。不过毕竟有这层关系，而且看样子也是来找我，所以我也是赶忙走上前去。于雅洁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落什么东西了？于雅洁闻言摇了摇头，看表情欲言又止。我见状笑了，爽朗道：“有事儿的话就说嘛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”经过我这般鼓励，于雅洁才下定决心，于是红唇轻启：“我可以在你这里做兼职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我眉头微挑，显然没想到于雅洁找自己会是因为这件事。哦，是不是急用钱？我反问道。旋即又说：“急用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拿点。我记得你不是在准备考研，兼职的话太影响你学习了。”我的话让于雅洁心头一暖，但她却是摇了摇头：“考研没事的，不耽搁的。”见此情形，我也不再多问，毕竟谁还不会遇到点急事儿。于是我答应了下来。可以啊，你来我这儿做兼职，真的是帮大忙了。中午可以来吗？中午
我这里卖快餐，需要人手帮我打饭。可以的。于雅洁连忙点头，清秀的小脸上也是多了一抹喜色，而且似乎是怕我为难。于雅洁又道：我打听过了，咱们学校周围的兼职时薪是每个小时16块钱，你给我10块钱就行了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就笑了，哪有这样谈价格的？再怎么说也得多争取一点，哪有自己压低价格的？不行，我拒绝了。于雅洁闻言鼓了鼓脸蛋，又道：那8块吧，一个小时8块钱也行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说每个小时10块钱的时薪实在是太低了，而且8块钱1小时，那岂不是成黑奴了？我给你20吧，一个小时20块。我微笑着说道，然后不等于雅洁开口，我又道：早上你也见到了，我这里生意不错，中午的话可能会更忙，所以20块钱1小时的时薪真的不高。听到我这样说，于雅洁心里好受了很多，但她却依旧觉得20的时薪真的不低，因为她在学校周围打听了一圈了，都是15、16块的样子。我谢谢你。没关系啊，该我谢谢你才是，你来可是帮大忙了呢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看到了玻璃门外有2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是糖糖和苏子。于是我一边向外走去，一边对于雅洁叮嘱道：中午之前早点来也行的。那我不会迟到的。于雅洁用力的点着头。然而当她看到粉雕玉琢的糖糖飞身扑进我怀里时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八卦心更是当场爆掉。咦，这女孩和他是什么关系？身边的女子也好漂亮哦。听到扑身进我怀里的糖糖喊救，于雅洁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外甥女啊！之后于雅洁在和我打了声招呼后就离开了，打算中午之前再过来。而我则是抱起糖糖，然后招呼苏子进来。饿了吧？我给你们留了包子和茶叶蛋。说话间，我把特意留下的包子和茶叶蛋端了出来。苏子见状连忙摆手，昨晚留宿已经让她倍感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又怎么肯再蹭一顿早饭？然而无论是我还是糖糖，都是不可能放苏子离开。糖糖更是小跑着上前，拉住她的手，拽着她坐下。没办法，只好再厚着脸皮蹭顿早饭了。包子馅有3种：猪肉大葱、梅干菜肉馅，还有韭菜鸡蛋，不知道合不合胃口？我笑着说道。苏子闻言连连点头，我不挑的。那好，趁热乎，赶紧吃。好。苏子应了一声，旋即拿起一个包子递到了糖糖手里，然后又拿起来一个，樱唇微张，小咬了一口。他咬的那口并不大，但还是一口就咬到了馅，是梅干菜肉馅，这可比以前吃早餐时吃到的包子好多了。毕竟有时候买的那些速冻包子是需要吃掉半个才能看到馅料的，包子不大，但也不小。苏子居然很快就消灭了一个，而在吃完之后，他才在想会不会很没形象，很不淑女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做的包子真的好好吃哦。同样大口干饭的还有糖糖。苏子和糖糖一大一小两人消灭包子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无论是什么馅的包子，消灭的都非常迅速。转眼间盆里空了，我见状不免有些哭笑不得，得亏自己多留了几个，要不然还真不够他们俩吃。不过看到苏子和糖糖都爱吃，还赞不绝口，我心中还是非常开心的。嗝儿嗝儿。惊火！忽然就苏子和糖糖都打了一个饱嗝，糖糖打着打着嗝就笑了，而苏子则是打着打着就脸红了。但是现在才想起来要注意形象，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我并未在意，转而递过来一杯温水。苏子接过水杯，一手扶着胸脯抿了一小口，待缓过劲来后，才有些不好意思的望向我。那个好吃。我笑了，看苏子那模样，还以为会说点其他什么呢，没曾想就只是单纯的夸奖了一嘴啊。喜欢吃就好。喜欢的。苏子重重的点着头，刹那之间竟然显得有些呆萌。对了，我把你的那件衣服洗了，挂在阳台了。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，苏子忽然说道。没事儿，我回去洗就好啊。那怎么行呢？苏子小声咕哝着，小脸也是微微发烫，因为那件衣服可是自己贴身穿过的，如果让她洗的话，那该多害臊啊！姐姐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糖糖忽然问道。苏子闻言连忙摇头，忙不迭地辩解起来。哪有？没有啊，可能是屋里面比较闷热吧。吃过早餐后，苏子要告辞离开了，只不过糖糖却有些舍不得，挽着苏子的胳膊，嘴巴也撅得高高的。好了，糖糖，姐姐该回家了，要不然姐姐的家人该担心了。等周一，咱们就又可以在幼儿园见面了呀。苏子轻抚着糖糖的小脑袋瓜，柔声说道。我也是开口道。糖糖听话。如此，糖糖只得把布水压在心，然后不太情愿地撒开了手。姐姐再见。糖糖再见。李玉再见。苏子冲两人摆了摆手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店里也只剩下了我和糖糖两人。糖糖怎么喊苏老师姐姐了？我开口问道。刚才就在好奇，只不过有苏子在，所以现在才问出口。而听到舅舅问这个问题，糖糖脸上的不舍之色也是消失不见了，转而便有着开心之色浮现。人家和姐姐说好了哟，在幼儿园的时候要喊苏老师，但是只要不在幼儿园里面，就可以喊姐姐哦。苏老师答应了。我反问道。糖糖则是纠正起来。那系苏姐姐。哦，对，苏姐姐答应了。那糖糖笑得很开心，然后还把是怎么和苏子商量好的过程告诉给了我。我听后当即就笑场了，原来是死缠烂打啊！不过我也是有些惊讶的，没想到糖糖居然会这么乐意亲近苏子，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糖糖居然还有别的小心思，比如把她的苏姐姐变成小舅妈。糖糖忽然就抱住了我，然后顺着爬进了怀里，紧接着便仰着头小声问道：舅舅，人家低苏姐姐好看不？好看啊！我如实回答。漂亮不？糖糖又问。漂亮吧？漂亮还是不漂亮？执拗的糖糖再问。漂亮。怎么了？我一头雾水，不知道糖糖想要表达什么。而糖糖在确认在舅舅心里苏子是好看的，是漂亮的之后，嘿嘿笑了，那笑容里面藏有一抹狡黠，然后更是语出惊雷。舅舅，那让苏姐姐做人家的小舅妈可以不？噗！听到这话，刚要喝水的我当场就喷了出来，糖糖也被水花打湿了，一边摸着脸上的水，一边追问着：舅舅，你说话呀，别光喷水呀，可不可以吗？让苏姐姐
做人家的小舅妈，可以咩？这个问题真的是让我为难了。虽然苏子漂亮好看，腿又长，皮肤又白皙，身材又好，但让她做堂堂的小舅妈，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啊！堂堂，这个小舅不是说做就能做的。我无奈说道。然而堂堂居然听懂了似的点了点头。人家知道呀，要让苏姐姐做舅舅的女朋友，才能变成人家的小舅妈呢。原来堂堂真懂啊！虽然堂堂满脸都是期待之色，但我也不得不扫兴，于是耐心的向小家伙解释起来。堂堂，这种事儿不像是想的那样简单，这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，得看愿不愿意的。听到这，堂堂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如果苏姐姐愿意，那舅舅你愿意不？我和你的苏姐姐才刚刚认识，连感情基础都没有了。哦，人家知道了，要培养感情才行，对不对呀，舅舅？这样说也没问题。好，人家知道了。然后堂堂就安静下来，不过不是在耍小性子，更像是在认真思索什么。而堂堂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让苏姐姐和舅舅培养出感情来。这对于小家伙而言，实在是一个大难题。我看到堂堂摆出了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，也不由得想象，但还是提醒了一下，让堂堂不要当着苏子的面乱说。堂堂又问为什么，和10万个为什么似的。然后我又解释了一番，终于堂堂不再纠结如何把苏姐姐变成小舅妈的事儿，甚至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说道：“慢慢来吧。”看着堂堂那认真且期待的模样，我真的是有些哭笑不得。而说起苏子来，我也是单纯的觉得他人不错，很善良罢了，毕竟是真的才认识几天。如果自己说喜欢，想要让苏子做自己的女朋友，那不成下贱了吗？说白了，那就成了缠人家身体了，推下贱。在休息了一会儿后，我就要准备炒菜，毕竟要做18道荤素菜，不早点开始的话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首先要做的是把鸡腿卤上，红烧肉炖上，以及把鸡排炸上。这边已经有了3道荤菜。堂堂闲得无聊，前厅后厨来回的跑动。我虽然一道菜接着一道菜的炒，很累，但在听到堂堂的加油声后，还是会重新充满力量。哇哦，舅舅好厉害！舅舅，你炒的菜好香呀！舅舅加油！小家伙鼓着掌高呼加油的样子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就这样，在小家伙打嗲的声音中，我陆陆续续把菜炒好。做完这些，整个人都软，直接瘫在了椅子上，得休息一会儿才行。反观堂堂，小家伙懂事的跑了过来，又是递水，又是送湿毛巾，甚至还会主动蹲下给舅舅捶捶腿。见此情形，我顿时鼻子发酸，有一点动容，同时也不禁想起了那个便宜的姐夫齐乐之。堂堂这么懂事，这么可爱，这么招人喜欢，但那个人渣却还要重男轻女，真是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。收回思绪，我也休息的差不多了，一把就将堂堂抱进了怀里。一大一小两人坐在板凳上，看着那装满了18个大铁盘和盆子的菜，不禁有些感慨。要知道，做18道菜，哪怕只是自己吃，都是相当费劲，更何况我做的这18道菜是要用来卖，那每一道菜的量都是非常大，基本上每道菜我都需要炒2锅，因为1锅根本不够，也放不下，甚至还有炒4锅才装满一个盘子。为了做出这18道菜，我真的是要累到虚脱了。不过好在，就在我休息的时候，系统的奖励到账了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刀法。刹那间，我有种忽然顿悟了的感觉，顶级刀法也在此时被我彻底掌握。我有些哭笑不得，自己还真的是被系统打造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大厨。前有红白暗精通，后面又掌握了顶级刀法，怕是放眼全世界也没几个人有自己这样的本事吧。等有时间考个国宴厨师证书，我不禁这样想着。不多时，店门推开，走进来了一位老人，老奶奶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。一老一小两人进来屋里后，顿时就被摆在桌子上的18道荤素菜吸引了注意力。小伙子，这饭菜卖不？老奶奶开口问道。当然了，老人家。怎么卖的？4个素菜10块钱，肉菜另算，米饭不限量，管够。我大概报了一下价格，老奶奶在听到报价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喊我来给她盛2份。老人家，带走还是在店里吃？带走吧，回家吃还能吹空调。老人家笑呵呵的说着，然后开始要菜，酸辣土豆丝、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鸡排，再来个鸡腿吧。老奶奶要什么我就剩什么，很快就把2份饭菜盛好了。小伙子，多少钱？4个素菜10块钱，鸡腿5块钱一个，鸡排块3块钱一份，一共36。好。我扫码，老人家掏出手机扫码付款，很快就把钱转了过来。不仅如此，还称赞了一声：“真不贵。”老人家，好吃再来啊。好，会的。看了眼时间，我又拿出来了一块黑板，然后将盒饭的饭菜搭配价格写了上去，大致就是4个素菜10块钱，鸡腿5块钱，鸡排块3块钱一份，红烧肉5块钱一份，明码标价，清晰明了，看一眼都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就在我打算把菜都端到店门口去的时候，于雅洁过来，很准时，而且还提前到了。我来。于雅洁急忙快走了几步，想要去端菜，但我却一把拉住了她。我来吧，每一盘菜都挺重的。倒不是说我怜香惜玉，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，但更多的是万一没拿稳，打翻了，那可就糟糕了，就彻底浪费。毕竟于雅洁那小胳膊嫩腿的，一看就没有多少力气。然而即便我把于雅洁拦下，但她还是左顾右盼的，想要看看自己能帮着做点什么。雅洁，你看着随便搬点就行了。好。不仅是于雅洁想要帮忙，在一旁急得团团转的堂堂也是如此。只不过小家伙看过来看过去，也没发现自己能搬什么东西。